我们今天来啃一块硬骨头啊，叫殖民主义。我要先说明一下啊，上个星期一直在发烧，然后到现在呢，烧退了，但是嗓子还没有好。但是我还是想尽快的把这一集录出来，所以我今天的嗓子听起来会很奇怪啊，但是大家将就着听啊，你会觉得它充满磁性啊。我的视频一路走过来呢，基本上得罪了所有可以被得罪的人啊。教会历史课呢，基本上主流历史学家全部得罪光了啊。如果你是听从主流历史学家的课程长大的，那基本上就已经把我当异类了啊。那《使徒行传》呢，就把那些不讲神学的教会给得罪光了啊。那新约的书信系列呢，又把那些实用主义和灵恩倾向的教会也得罪了。那关于奴隶制和南北战争呢，就把那些民族小清新也给得罪了。女权运动就不用说了吧，把女牧师都给得罪光了啊。今天我要是把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种族主义讲完了，那我估计就快没朋友了。不是我们太弱小啊，是敌人太强大。我们把控这个世界的话语权的人是撒旦啊，而且他们把控已经很久了。基督教自从18世纪开始，它就在学术界、政治界基本上都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小众的还有啊，大的几乎没有了。法国的大学从13世纪开始，他们就走世俗化道路了，他们就聘请了伊斯兰教的学者来他们的神学院教书啊，就开始学术自由化了。德国的大学呢，是从17世纪开始的，他们高举学术开放的口号啊，包容并且促进了一切在神学上的突发奇想。最后呢，最后就导致基督教教育全面失守。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在讲教会历史课的时候呢，详细讲过了，我们今天不重复啊。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要认识到，当基督徒失去话语权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多么多么轻易的将人的心意夺走。话语是有力量的，而且话语的力量是穿透力很强的，它直接可以穿透物质，它可以对你的灵魂说话，并且通过话语来改变你的灵魂。所以它就可以通过控制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来指挥你的肉体，然后让你的肉体去做出具体的决定，比如说投票啊。所以话语权的争夺就是灵魂的争夺。不是有一个纳粹的教育学家不是说嘛，他说给我30年，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人。也就是说30年的教育可以改变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它不是指一代人，不是指2代人或者3代人，而是在这个30年中，每一个出生并且成长在这种洗脑式教育中的每一个人。人类历史中啊，如果出现这样的30年的思想断层，那么后面的每一代人要跨越中间的30年，去和前面的思想对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在今天这样的电子化阅读的人群中，它几乎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今天的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经典的存在，他们以后也越来越难知道。我居住的小区啊，我们小区自己的图书馆，它现在已经不接受201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那你想想看，现在被手机控制的这一代人，他是不是就离经典越来越远了呢？接下去谎言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它会以真理的样子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来向我们的下一代澄清这些谎言，看清这个世界反神的倾向。我们的目的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啊，献给我们的基督。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的分享，
也保守我今天的嗓子能够全部把它讲下来。我们今天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种族主义3个话题一起讲，这个实在是圣灵的带领啊！因为这3个话题我都已经想讲很久了，也一直在思考。但是呢，圣灵带领我看到这3者之间是无法分割的，我们必须有机的将它们连接起来讲，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反神的思想意识形态。我们先从殖民主义开始啊。我们要理解一个概念，首先从它的词义开始，对吧？从它的定义开始。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词它真实的意思呢，我们要尽量避开今天这种带有严重的政治感情色彩的理解，我们尽量要到词源学里面去寻找痕迹。因为语言的发展它是有痕迹的，语言的发展变化它表现了人类思想的变化、社群的变化、普遍共识的变化。在英文中表示殖民的这个词啊 colonization 啊，它的词源呢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colore 啊，我也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我不懂拉丁文。它的意思呢是耕种。从耕种这个拉丁词语当中，它衍生出来的词呢，就有 colonia， 就是指包含大量土地的一些地产，比如说农场啊。还有是 colonus 啊，这个就是指耕种者、农民啊。从这个词义上再引申出来定居这个意思。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啦，殖民的原始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块无主之地，你来耕种了，那么你就是在这里进行殖民。我们从这个词源出发，回到圣经，我们就能够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殖民者是谁，那就是亚当。圣经说，神打发他出到伊甸园啊，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他要去耕种了，对吧？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了啊，这就是他的命运，这也是他的一生啊。他出于泥土，他依赖泥土，他归于泥土。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裔，他都有非常深重的土地情结，这是上帝创造的属性决定的，这是人的肉体属性决定的。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爱土地啊，全世界的纷争也都是为了土地啊。在金融市场没有出现之前，人打仗就是为了土地啊。包括亚当的后裔，他其实也是这个地球的殖民者。那你可能会说，亚伯好像不是耕种，对不对？亚伯好像是放羊了啊。但是我们要这样思考，当时的人他是不吃肉的，那亚伯他牧羊，他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呢？那当然就是用羊去交换谷物。那你种地的人他要羊干什么呢？那当然是献祭啊。这样呢就产生了人类社会的第一场商品交换。因为商品交换，它就产生了本质上必须依赖于种植产业的多样性社群。这就是为什么农业往往会被称为第一产业啊。可是该隐呢，似乎并不满意这样的产品依赖啊，凭什么献祭只能献羊啊，对吧？你这样就涉及产品垄断呢。所以他要在献祭这件事情上，他要突破垄断啊，他要坚持自我创新。他就用自己种的粮食来献祭，结果上帝并不喜悦啊！结果上帝不喜悦，就导致他杀了亚伯。从亚当被迫当一个殖民者开始，到第2代殖民者，他们就已经开始杀人了。到了大洪水之前，那简直就已经杀红眼了。可见啊，这不是殖民不殖民的问题啊，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理解殖民这个词，一定要从创世纪开始。殖民者的悲剧就是人类的悲剧，亚当的悲剧就是全人类的悲剧。亚当是怎么样成为地球的第一个殖民者的呢？那就是一个果子引发的惨案啊。
在创世之初，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上帝说甚好。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亚当听上帝的话。起初呢，神与人同行啊，亚当在伊甸园里和上帝之间，他是完全没有界限的。上帝爱他，上帝将动物带到他的面前，将女人带到他的面前啊。上帝将统治被造物的重任完全托付给亚当，上帝信任亚当，委托他管理大地，管理所有的被造生物。而且当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和谐的。只要人类与上帝同行，人类彼此之间他就会完全信任，他们会生活在完美的团契之中。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他们一起共享爱和信任的纽带。所以亚当说夏娃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完全融为一体。当时人和世界之间呢，也是和谐共存的。被造的世界，它是自愿的、自动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地要长出结种子的植物和结果实的树木，对吧？它的目的是什么？是给人类做食物。所以上帝命令人类呢，要爱护这个自然界，去保护它，然后去管理啊。所以人类的角色呢，是以上帝规定的方法去统治被造物，去管理，去培育，去治理啊。而被造物呢，被造物为人类提供食物。人类和被造的世界，它保持着一种非常完美的平衡和和谐。所以上帝对这个被造世界的定义是甚好。在伊甸园里没有任何的冲突和纷争。上帝给了亚当生命的气息，这是永恒生命的气息。上帝还在园子里放了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可以维持这种永恒的生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它都有非常完美的关系和和平。人类可以从这种关系中体验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生命一切所需要的，它都得到了上帝的供应。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傻小子嘛，听太太的话，犯了一个大错误啊。在那之后呢，他就不能再享受人和自然之间的那种和谐生活，因为这几大关系全部被破坏了。违背上帝的话，那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被切断了。那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那些属性，他们就再也享受不到了。比如说生命，只有上帝能给，对吧？比如说爱，神就是爱啊，真正的爱只有上帝能给。还有就是满足，真正的满足就是喜乐。这三大属性，这三大特征，亚当的后裔再也没有了。于是呢，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因为亚当的错误，这个世界就开始陷入了一个解构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上帝创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突然之间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缺口，就是亚当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缺口，它就像多米诺骨牌，很庞大的一个多米诺骨牌，它被推倒了第一块，那后面它就会慢慢的倒下去，会慢慢的蔓延开来，最后走向全面的加速的崩溃，这只是时间问题。亚当的行为，它产生了一大后果，就像上帝宣告的那样，死亡就进入了人间。死亡是代表着人类与上帝分离的状态。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切断之后呢，人类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他们害怕上帝，害怕思想和永恒有关的一切事物，并且他们对永恒也一无所知。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过，有一天如果死了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关于我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那我今天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大概只有6、7岁吧。这个想法真的导致我彻夜难眠，充满恐惧啊。这其实也是人人都曾经有过的恐惧。后来渐渐长大了嘛，就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各种各样的娱乐来欺骗自己啊，来说服自己。哎呀，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啊，死后一了百了。或者说，有些人会欺骗自己说死后自动进入天堂啊，这都是人类对自己说的谎言。失去和上帝的联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彻底破裂。哪怕最亲近的夫妻关系，它也充满了怀疑和责备。他们会很疏远啊，用树叶遮盖自己的身体啊。亚当还会责备夏娃啊，甚至责备上帝将这个女人给了他，导致他犯了这个错误啊。所以这就是犯罪之后的人，他对人、对神都不信任。这就显示了人类在失去和上帝之间的沟通之后，他所受到的一大咒诅，就是他不断的指责他人。如果一个人碰到任何事情不断的在指责他人，你就知道他还在亚当之中。夏娃获得的咒诅呢，是他必在苦楚中生儿育女，说明不仅仅夫妻之间的矛盾不断，而且还衍生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所以生儿育女对父母来说都变得异常的艰难，不仅仅是生，还有养啊。所以你养过孩子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非常辛苦的。上帝对亚当的咒诅呢，是地不再为你效力，亚当要竭尽全力从地里去得吃的，但是地呢，土地它只长荆棘和野草，这就是为什么草永远长得比庄稼快。由此可见啊，因为亚当吃了3个树上的果子，导致了死亡、冲突和生存的艰难，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宿命。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他虽然切断了和上帝的联系，但是呢，他依然在这个被造的世界中，他不断的去寻找生命，去寻找爱，去寻找那些能够满足自己的那些欲望。这个动力他从来不曾改变，因为这个是我们被上帝创造的时候，原始设定的时候就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也是这样，而这一切呢，只有上帝才能给予。所以创世纪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唯一的出发点，任何不从这里出发而试图解释这个世界的，他都是在骗你。亚当这个倒霉孩子啊，他就这样被迫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殖民者。虽然他的地盘很大，随便他怎么种啊，但是人的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就算全地都是你的，你也只能耕种这一小块，你也只能吃定量的食物，你也只能睡2平方米的床。每一个被造物都是有限的，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全地球的使用权都属于亚当，那么按照现代遗产法的规定，每一个亚当的后裔，他都有权利免费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从法律上来说，这个理论是成立的，但是显然这不是现实啊。现代法律它不允许你这么做。那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了，这个世界已经出了大问题了。问题出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呢？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来梳理呀。我们回到殖民这个词啊，这个词的原始意思呢，就是亚当的所有后裔，只要在这个地上耕种的，他都是一个殖民者。但是因为人类离开了上帝，死亡恐惧、缺乏爱和满足，这就会导致他们在一切的议题上都会产生纷争，都会互相杀戮。在大洪水之前的时代，殖民者就已经把自己给玩完了，因为
当殖民的地方是一块无主之地的时候，那随便你怎么耕种，没有人来说你，对吧？当你耕种出规模了，有稳定的产出了，那么想不劳而获的、想暴力掠夺的人他就来了。那他们来，那就不是殖民了，他们就是带着刀枪来的，就是打仗来的。所以这种呢，不叫殖民，这种叫强盗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请大家千万要弄清楚啊！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思维是混乱的啊。在地上人烟稀少的时候呢，初始意义上的殖民是很普遍的现象。在创世纪的第10章，诺亚的后代3个儿子的宗族，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他们就是分散在地上，开始耕种，开始殖民，开始成为地上的居民。所以殖民是邦国的起点，是人类社群发展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国家它的起源都是殖民。世界上本没有国啊，殖民的人多了，它就形成了邦国。在圣经里面提到的邦国，它都不是今天国际法概念下的国家概念啊，它都是自然城邦的概念啊，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居住点啊。现代意义的邦国概念，这是很晚了。由此可见啊，殖民是伊甸园以外的事情，而且殖民呢，它本身并不带有任何负面的色彩，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它就是耕种，就是定居。殖民表现的意思是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稳定的关系。上帝在大洪水之后赐福诺亚的3个儿子啊，对他们重复了上帝在伊甸园里对亚当说的话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啊，遍满全地啊。说明什么？说明要求他们分散居住，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分散耕种，它就一定会在各个地方产生殖民点。而诺亚的3个儿子呢，他的后裔也确实分散在全地。事实上啊，到诺亚之后的第6代吧，到第6代啊，到希伯的儿子法勒这一代，他们就开始建巴别塔了。后来被上帝强行分开啊。在大洪水之后，上帝再一次表明了他的心意，就是你们要分散全地。巴别塔下的一分散，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人类特征，就是基于语言的不同表现产生的种族。所以我们跟随圣经啊，话题呢就从殖民自然而然的转移到种族，我们就来展开说一下种族这个话题啊。因为殖民这个词它后来被污名化，它就和种族主义是分不开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一个种族，因为上帝的创造是什么？是各从其类啊。你要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种类，你就看一看跨种族的人他能不能够生后代就知道了。白人和黑人能够生后代，就说明他们是一个种族的人啊。所以种族这个概念在圣经里是不存在的。上帝只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本质上其实就是亚当啊。所以只有一个人啊，我们只有一个种族。在创世纪的第3章，亚当为夏娃起名，叫她是众生之母，对不对？很明确吧，这个信息。你要是还看不明白呢，新约里面有名词解释啊，使徒行传第17章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更加清晰了啊。在公元2000年，也就是人类被造6000多年以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人类的 DNA 证明了人类的种族在基因上它没有任何不同。这是一个人类基因项目研究啊，它过了这么多年，它证实了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的事实。这一篇文章呢，刊登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啊，2000年8月22日的那一版，它的名字就是 Do Races Differ? Not Really, Genes Show 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要是感兴趣呢，你就去找出来看一下啊。DNA 具有不断的自我复制的功能啊，它不断的复制它自己。那它为什么会复制？我们不知道啊。它复制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科学只能发现它在复制啊，至于为什么、怎么复制，科学一无所知。但是因为亚当犯罪，我们的世界就出现了缺陷，我们的基因也不例外啊。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它表现出来的现象呢，就是一切它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最后走向混乱。这个就像衣服穿久了会旧，会磨损。圣经里面描写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是说他们鞋没有破，脚没有肿，对不对？这个就是很不寻常的反熵增的现象。DNA 的复制如果不完美，那么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那单人身上啊，就是我一个人身上，我的 DNA 复制如果它出现衰退啊，因为这个是必然的嘛，对吧？它 DNA 复制一定会出现问题，慢慢的复制到后来，它就会如果有复制问题，它就会产生疾病，最后这种错误不断的累积，它就会导致个体性的死亡。在遗传学上看呢，当一个人继承了一半他父亲的基因，一半他母亲的基因，那么只要有一方有一个基因缺陷，它就不能够被完美的复制了。当亚当堕落之前，他是不存在基因缺陷的，所以夏娃从亚当的肋骨中，它可以被上帝完美的复制，没有任何缺陷。当死亡带着罪进入世界，那么死亡的表现形式就是 DNA 的复制机制开始出错，开始改变，开始出现基因突变。这是一个漫长的组建的过程，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突变的基因组会随着人类的繁衍系统慢慢的散布开来，逐渐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他想模拟病毒的传播方式啊，他就在一堆白球里面混进去一个黑球，然后这个黑球不断的随机的和其他白球碰撞，一旦碰到这个白球就变黑啊。他是用这个情况来模拟病毒的传播，但是 DNA 的复制错误的传播也是类似的。圣经里面它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就是人类的寿命会越来越短。亚当那一代人为什么能够活900多岁？就是他自身的 DNA 复制机制还没有足够大的坏的基因群，所以他的衰退比较慢啊，就是这个原因。作为上帝智慧的设计啊，人体就像一台机器，它有自我保护功能啊。当2个基因里面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系统会自动选择那个好的。那么问题是，当时间足够长，基因库里的坏基因越来越多，那么这一台机器它有的时候它就没有选择，它被迫要从2个坏的基因里面选择一个。那这样这个系统就出大问题了。这就是临界点，过了这个点，出错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近亲结婚啊，为什么不太好，对吧？因为近亲结婚呢，它就使父母双方同时拥有相同基因缺陷的概率大大增加了。所以它显示出来的现象呢，就是各种疾病的显性特征。突变的基因组在人类随着繁衍系统散布开以后呢，它就逐渐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它不断的在人类的基因组里面累积起来，并且会越来越增加。即使今天啊，全面禁止近亲结婚，依然不能够停止这种坏基因的复制和好基因的突变。
所以哪怕就是完全不是近亲结婚，血缘很远的人，他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有一定的残疾率。刚开始呢，这种情况还好，为什么？因为基因库足够庞大啊，所以你遇上的概率呢还很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一开始他是可以近亲结婚的，对吧？否则的话，该隐上哪儿找老婆呀？他必须娶妹妹啊，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基因库很庞大啊，所以他还这个概率很低啊。但是当坏基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近亲结婚就被上帝禁止了。通过摩西律法，在以色列共同体里面率先被禁止。这是在人类被造大约2500年以后，在利未记里面上帝规定的。在那之前呢，基因突变率还没有过临界点。在没有上帝的国度，这个概念是没有人知道的，一直要到现代科学发生了所谓的优生学，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上帝为什么要将巴别塔下的人分散全地。为什么？因为分散能够减缓罪的蔓延。而滥交为什么是上帝特别痛恨的？就算我们不理解滥交带来的属灵伤害，其实滥交对我们的基因库也是很不友善的，对我们很不好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现代避孕技术，对不对？滥交并且产生的后代，它就大大的加快了坏基因的扩散速度。这个就好比你一个艾滋病人，你还到处去乱睡，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会给全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啊！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要把当地淫乱的民族全部消灭。很多道德主义者就觉得不能接受啊，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上帝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公义的。一方面，他可以防止这种淫乱的道德影响以色列人，毕竟选民也是罪人嘛，特别是选民当中的年轻人啊，他们很容易赶时髦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禁止以色列人和他们当地人通婚，估计也是要保护他们的基因库啊。但是异邦人当中的近前人，像路德啊，上帝也是很看顾的，所以只要他们归正，上帝都是喜悦的。上帝分散众人之后，他就开始落实他的救赎工作啊，所以他拣选了亚伯兰，开始了他信仰的启示。人类的基因复制系统是很复杂的，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我们顶多可以从排列组合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外表特征。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假设啊，我都是假设啊，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的，我只是假设。假设人类被上帝创造的时候呢，有2种皮肤色彩相关的基因。也就是说，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体内就自带了一种黑色的，还有一种是浅色的，这2种色素基因。当夏娃从亚当身体里面被分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基因是和亚当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2个人都有相同的色素基因。我们分别用 A 啊，大写的 A，来表示父系啊。那大写的 A 呢是重黑啊，就是很黑很黑啊。那个小写的 a 呢是浅色啊，是浅颜色。那 A 表示父系，B 表示母系啊，从夏娃这一条来的。那么大写的 B 也是重黑啊，小写的 b 呢是浅色啊。这样呢，人通过父母双方共同的基因产生后代。这样呢，它下面就会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了，对吧？这个就跟中大乐透一样了啊，它就有不同的色素组合。比如说大写的 AA 啊，或者大写的 A 小写的 b， 或者大写的 A 小写的 a 啊，或者大写的 B 小写的 b 啊，或者2个都是小写的 AABB 啊，这种基因组合它就会产生像调色板一样的结果。它就是随意组合，对吧？随意组合产生的不同结果，它就会产生颜色上的深浅差异啊，一直从重黑一直到浅白。具体的假设过程我们就不展开了啊，我们不能把它讲成生物课，对吧？
总之，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如果带有黑色和浅色的两种基因，它就有可能产生这么多不同的肤色特征。它们不是不同的种族啊，它们只是携带了不同的色素基因。类似的基因其实还有很多啦，比如说单眼皮、双眼皮，对吧？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在他所有的设计里面，没有两个人是可以完全一样的。说明什么？说明多样性的设计必然使人的初始基因里面就带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DNA 信息，足够人类整个基因库使用。甚至大自然也一样，我们同样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啊。色素基因只是这些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上百亿上千亿的这些基因中的其中一种，我们完全不具备根据这种色素基因将人类进行划分人群的地步。这个很简单嘛，就好比有人长大长腿，有人就是小短腿，有人高鼻梁，有人就塌鼻子，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哎呀，长腿短腿要分开变成两个族裔。那为什么人要按照肤色来分种族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啊！你这么想开始就对了。人类之间的不同，它仅仅是量的不同，是特征的不同，是表现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不同。我们的血液是一样的，我们的人体构造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这样呢，分散全地按照语言体系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它就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特定的基因特征，因为语言被分散了。人只能和自己同语系的人交流，慢慢的，人种的单一外表特征它就被大概率化，因为大家共同聚成了同一种金发的基因，那么这个族裔的外表特征它就是金发，这个都是在时间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基因特征，这是随机排列组合的，最后基因怎么分配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当都是 A 的时候，这个 A 就是基因复制不得不选择的内容，那么这个 A 就会成为他们的显性特征啊。这个就像爹妈都是双眼皮啊，所以小孩子双眼皮的概率就很大，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征它是例外的，这就证明了人类遥远的祖先它有某一些共通性。好了啊，人群被分散了，我们已经明白了，这只是人群的不同，并没有族裔的不同。那我们再把话题绕回到殖民上啊，按照殖民的定义，人类的历史它其实就是一部殖民的历史，就是一部亚当的后裔在地球上拓荒的历史。殖民的本质它就是拓荒嘛。在公元5世纪，堂堂的罗马帝国西半部居然被蛮族殖民了，哎，你敢想吗？事实就是这样啊，蛮族作为帝国保安啊，里应外合把西罗马直接给打散。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从游牧转为安居了，开始种地了。这是什么？这是殖民啊，对不对？但是你想安心种地，新的蛮族不答应啊，等你种完了，新的蛮族要来抢啊。当时就是这样的环境啊，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文明嘛，蛮族是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连文字都没有的，没有开化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充满战争啊，充满纷争，你走在马路上，你碰到一个蛮族，对你来一虎子，你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好好种地，也没有人敢种地。那你想想看，这样大家都没得吃啊，于是怎么办呢？人是很聪明的啊，于是呢，人就自发的组织起来了啊，力气大的能打的就建立自己的武装啊，专门负责打群架啊，防止那些来侵犯的新蛮族。那些不能打的人呢，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那不能打的民众干什么呢？就在这些人的庇护下去种地。向他们去上交一部分的粮食，去让他们吃啊，商品交换嘛，对吧？
然后呢，大家可以达到共赢啊。那么打架的专门负责打架啊，这个就是保护啊。那慢慢的，他们就演变成骑士啊，就是贵族。种地的呢，专门负责种地啊，那就慢慢的演变成农民。这样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地方特征的西欧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我在教会历史课里非常详细的讲过啊，所以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啊，你没有听过那个系列啊，你根本就不能理解现在西方社会啊。还有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在教会历史里面，关于印第安人的那一集我们也讲过了，非常详细的圣经如何看待土地啊。今天对土地的理解和世界几千年来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人觉得土地很值钱，那背后是有原因的，背后是有政府垄断和商业行为在里面的，甚至和金融印钞也是有关系的。这背后的逻辑链很深啊，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和现代政治学。我们在这里不能展开了啊，我们时间不够，我们以后有机会单独讲。其实我们凭直觉也能感受到的嘛，你想想看，加拿大这么大，控制的土地这么多，那为什么房价还有这么高呢？这个和联邦政府控制土地供应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土地是怎么样落到联邦政府手里的呢？加拿大刚刚开始有人殖民的时候，到联邦政府成立中间还有100多年呢。结果联邦政府怎么晚来的人还得到了这么大一块厚礼呢？对不对？还能把土地加价的卖给老百姓呢？当你这么开始思考的时候，方向就对了啊。这就涉及到政府和政治。所以千万不要说政治和你没关系，有啊，关系大了去了啊。这些祖先没有警惕政府，那么现在呢，他的后代就得花几百万啊，去找一块可以居住的地方。那他的后代世世代代也会成为房奴啊，成为新制度下的奴隶。封建制度呢，本质上它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你不要看它表面上规定了好多具体的内容，它的本质啊，你把它表面的内容抹掉，本质上它的最底层的一层逻辑就是契约。约的双方是平等的，都有权利，都有义务。贵族呢，要帮平民去打仗。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很多贵族都死光了，都打到灭门。那灭门了怎么办？农民就解散了嘛，对吧？那当时很多解散的农民就跑到城市里去自谋出路啊，那自由民就大大增加，形成了城市啊。这个过程长达上千年，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大家想补课的自己回去看教会历史啊。总之，欧洲上千年中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殖民西罗马的历史。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些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连字都不认识的，完全没有开化的民族来反向殖民号称当时是文明高地的罗马帝国呢？就是因为上帝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分散秩序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它好就好在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在这样的世俗体制下，教会才能慢慢的成长。如果罗马帝国权力太大了，太集中了，那么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一项权力是可以发展成熟的，甚至教会的权力也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看了一个反例，就是东罗马。东罗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通过西欧社会长达500年的封建化，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呢，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壮观的。我们这样思考，欧洲西半部是被野蛮的蛮族攻陷的啊，字都不认识。那么你就可想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但凡还有点钱的，全跑了啊，全移民了，跑到东罗马的地盘上了嘛，他就继续享受帝国的保护。
但是穷人不行啊，穷人跑不了啊，那穷人他就不得不和蛮族居住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同化。还有一个不得不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带着一帮穷人，他能跑到哪里去嘛？对吧？所以他们也只能向蛮族传福音。于是呢，第一件很壮观的事情就开始了，就是蛮族的归正。真的是一点一点在教会的教育下、带领下接受基督信仰。一开始那些蛮族哪会来听你基督教啊？不可能啊！教会就像他们的女人，像他们的孩子，去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爱，给他们关心啊，进入他们的家庭，一点一点通过女人再去影响男人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用爱啊去规划了蛮族，接受了基督信仰。然后他们开始守约，开始敬畏上帝。你要这样想，这种蛮族啊，他一言不合就上大刀砍啊，这种蛮族啊，他这个形成的国家如果没有上帝，那真的是镇不住他们的啊。这些住下来的人呢，他们慢慢的就混居繁衍，罗马基因和蛮族基因它就继续融合。结果这样的基因慢慢它也会到临界点的嘛，基因铺也会到临界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基本靠走啊，人的活动半径很窄很窄的，一个农民他一生也到不了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婚姻可选择对象呢就更加窄了。为什么？因为农民只能和农民结婚啊，你又嫁不了贵族，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基因重复率很高。所以当这样的基因重复率又快到临界点的时候，上帝的设置很奇妙，那新的蛮族又从东面杀过来了啊，它就会引起新的混乱。那么国王和贵族呢，又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啊，这样的封建制度就再一次得到坚固。农民呢，又开始安心的去交租啊，觉得自己的租没有白交。贵族呢也觉得自己履行了诺言啊，我的保护费也没白收啊。就是这样层出不穷的蛮族不断的过来啊，就让这个封建制度不断的得到坚固。这种攻防性的军事守护，它就成为封建制度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制度它给了缔约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并且双方他都在实践，也都在遵守。毕竟在那个时候战乱是常态嘛，人类社会5000年不打仗的时候都不到300年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版图上新的蛮族不断的打过来啊，然后打过来以后，如果打败了，他们就把他们收编啊，定居下来，乖乖的给割种地去啊。如果打不赢怎么办呢？打不赢就收买他们嘛。哎呀，别打了，我们给你一块地啊，我们允许你住下来啊，我们让你做大工啊，你带领你自己的士兵啊，你乖乖的给割种地去啊。所以看到没有，不管他赢还是输，反正他都是种地啊。总之，新的蛮族又开始定居下来了，这样呢，产生新的贵族。这些呢，带来的那些新的士兵呢，又和当地人进行通婚。那么看到没有，基因库不断的被上帝添加进来，这种新的新鲜血液来冲淡负面的那些影响的积累啊。上帝的手很奇妙的啊。这种描述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过类似的。上帝说我不会一下子把那个地方的人赶走，为什么？因为怕赶走的人多了，那怕把人全赶光了，那个地啊就空了，你们人数还不够多，因为人生出来长大，他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对吧？上帝如果把敌人一下子全部赶跑了，那个地就会迅速的被野兽、被狮子、走兽占领，它就会快速的野化。那地这个东西吧，你要知道野化是很容易的，你放着不管，靠阳光雨水它就能长成原始森林了。但是你要把它开垦出来，在机械化程度为0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难的，靠人力是很难的啊。由此可以看到，这就是个细节，上帝照顾以色列，那简直就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了，太贴心了，对吧？那同样西欧也是啊，西欧是上帝自己亲自设立的教会成长的大校园。
这个环境是上帝直接塑造的，所以新鲜基因是一点一点分批加进来的，太多了不行。为什么？因为一下子加了太多啊，它就跟非法移民似的，直接就把你的社会结构全部冲散，整个社会消化不了，教会也承受不了，所以它只能慢慢来，慢慢添加，逐步消化。这个过程简直花了500年呢。在这期间呢，不断而来的蛮族分批落脚。我们知道，从西罗马还没有灭亡之前的哥特人，到后来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昂格鲁萨克逊人，甚至还有从北欧来的维京人啊，到东欧来的斯拉夫人，对吧？你听听名字就知道了，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每当刚刚安定下来，喘一口气，又有新的蛮族咿咿呀呀的杀过来了。我们在教会历史课里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用过一个游戏的词，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啊，就是那个画面感。我们当时呢是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去看的，上帝借着蛮族锻造的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封建社会体制。我们今天呢，从基因种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体会到上帝的美意呢？这些不同的蛮族，今天你根本无法分辨他们后裔是什么族，他们只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就是白人。所以你看到没有，种族它就是一个骗人的词语，只要你混居时间足够久，什么民族它都能给你混成平均色。我当年我记得去云南旅游啊，导游告诉我，他说：“哎呀，你看到穿傣族服装的，那基本上全是汉人啊。真正的傣族啊，走在大街上你根本就认不出来啊，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汉族小姑娘的模样。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封建社会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本质，它是契约社会。在这么古老的时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可以做到契约平等呢？契约平等不是财富平等啊，财富平等是结果平等，契约平等是机会平等，是指双方在上帝面前的权利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够轻易违约啊！你就是被骗立的约，你也得履行啊！约书亚就是这么上当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打仗，他是要让领导先走，为什么？老百姓可以围观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契约主人他就是为你打仗的嘛，对吧？如果你的契约主人打输了，也跟你没关系啊，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你大不了就换了个主人咯，对不对？新的主人继续保护你咯，他继续你还是得乖乖种地咯，你只是为这个种和为那个种，对不对？你的责任只是种地，你不用去成为那个代价。贵族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和农民立约呢？那是因为有教会。契约精神它就是封建社会的本质。在这个社会当中，基督是全地的主，是教会的主，国王是贵族的主，贵族是家里的主，农民是自己土地的主，是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的主。在这个体系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仆人。贵族为平民打仗，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是仆人，这个仆人还是挺高危的那一种所以主这个概念在欧洲是深入人心的，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主人啊。再大的主人头上他还有一个最高的主人，就是上帝啊。所以谁都不敢乱来，你要是想乱来，你至少得掂量掂量啊。当然了，我们不排除二愣子在哪个时代它都是有的，但是像今天这样大白天无法无天的去零元购的，这个在当时是不敢想的啊。毕竟还有教会嘛，开除你教籍你就上不了天堂啊。现代社会一大成就，就是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他们都消除了主的概念。一个被造物如果没有主人，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现在人心理疾病这么多
而且他们也在全世界消除了君王的概念啊，君王成为旧势力的象征。这样它就使我们的后代更加难以理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样的救赎的身份。在封建时代，君王是什么？君王是为你打仗的，是来救你的，是保你平安的，就是指向主耶稣这一位最高级的君王，最终极的拯救。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国家保护你，但国家呢？国家又没有位格，又没有救赎的功能。结果你就仔细看啊，你仔细看国家到底是谁？你仔细看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哎，国家就是那一批坐在电脑后面算计怎么样给你加税的那些人啊。封建社会的打仗是国王先上啊，是贵族先上。在这种制度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它就急剧降低呀。为什么？因为一旦打仗，那贵族国王绝对死得比平民早啊。打仗让平民先上，这个是要到拿破仑时代才开始的。在那个时代，让贵族先上，让国王先上的这种模式，那么仗就打得比较少。那仗打得少，文明的种子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成长起来。你没有这样的环境啊，那就是遥远的东方模式嘛。东方模式是什么？就是大打369，小打天天有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每隔100年到300年啊，快的时候只要20年，它就王朝更替了。中国王朝从来没有过和平更替的，都是要死人的，而且死的是大量的人口啊，70%以上的人口是常态啊，都被灭绝了，人口损失率非常高。那在这样的人口损失率的情况下，你的智慧和财富都是没有办法累积的，而智慧财富是文明的发动机啊，这样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突破和跨越。所以契约文明是非常重要的，契约文明是现代贸易的基础，是资本推动工业革命发展的基础。否则你想想看，我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结果成功了，有利润了，你就不认了，就收归国有了，那谁还有这个热情来发明创新呢？对吧？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现代文明，所以契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而契约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圣约的民族里是不会自发产生的，也是不会持久维持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人类唯一的一本书就叫做旧约和新约。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什么叫做契约精神啊？网上很流行的2个小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美国第2任总统亚当斯夫人写给她丈夫一封信啊，说英国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就撤离了嘛，所以她就回到了波士顿的家，发现曾经被英国军队占领过的家里面，居然英国部队还留下了租金啊，还给房东留了一笔钱修复他们被毁坏的家具啊。这就是契约精神，就是我跟你们部队打，跟你老百姓没关系啊。那关键是这个都是反贼的家呀，对吧？那还有那个就是最有名的造反派华盛顿，对吧？华盛顿带领殖民地造反啊，他造的是谁的反？他造的是国王的反。那当时的国王是谁？国王是英国国王乔治3世。华盛顿呢，他还拥有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英格兰银行的控股股东就是英国国王乔治3世。所以你想想看，在整个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他依然能够定期收到英格兰银行给他的股票分红。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契约精神？换成我们那里早就没收了，对不对？你是反贼嘛，反贼我没收你所有资产，这是合理的呀。所以这2个小小的故事就很好的说明了问题。没有上千年信仰传承和封建制度对契约精神的长时间的实践，用生命去捍卫的实践，没有一个民族会将契约精神执行的这么严肃。
当我们离开上帝2代人之后，你看看今天的西方，契约精神从精英的身上再也没有了。特别是选举，你就看他们嘛，这些政客他选举的时候说一套，上台之后干的是另一套，而且他还希望你们守约不要造反。但是呢，他整个政治体制上就没有对他们可以进行制约、可以进行追责的一套体系。所以看到没有，没有上帝，什么制度它都是摆设啊。所以封建制度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制度。我们不要以为封建就是落后，就是迷信，那你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啊！封建制度是非常非常高级的，是上帝亲自在西欧设立的。我们要这样想，当时蛮族攻破西罗马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充满暴力，生产力又极其低下，那么封建制度就是当时最好的制度，因为封建制度它不需要常备军，没有那些干吃饭在那里每天练习叠被子的人，大家都很严肃的履行契约，平时生产，暂时打仗，对不对？但是老百姓就负责生产，贵族负责打仗啊，分工的。教会呢，教会就监督和评判大家执行的怎么样啊？大家有纠纷找教会啊，所以贵族并不能欺压百姓啊，因为有教会撑腰。所以这个教会的评判规则，这就成为早期法院的雏形。所以现代文明它一切的重要的元素都是从基督教文明里面产生的。所以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简直就是瞎扯啊！中国连封建社会的边都没有摸到啊！20世纪的中国，它既不封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殖民。西欧这样的契约环境，在中世纪悄无声息地操练了1000年。从圣奥古斯丁去世的430年开始，这种军事采邑制度就已经开始在动荡中产生，在动荡中孕育。到了查理曼大帝登基的公元800年，封建制度基本上就成型了。然后再稳定的操练到1453年，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东罗马陷落，对吧？那没有东罗马的这个隔离缓冲区，西欧的封建制度就非常危险了。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手真的是干了一票大的啊！这个时候大航海开始了，人类从此获得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但是同时，他们也迎来了一个没有主人的时代。我们通过分析根据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就产生了2种殖民的状态一种呢是无主之地的耕种，就类似于亚当开始种地类似于欧洲的大垦荒运动也类似于中国发生过的明朝大迁徙就是把人迁到那种荒凉之地去恢复生产。这些它的人类活动的本质都叫殖民运动。那还有一种殖民呢，就是类似于蛮族入侵西罗马的这种殖民，就是征服下来，然后呢定居下来，然后再渐渐的开始固定的生产活动，慢慢建立新的生产秩序。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殖民。但是因为它的过程非常野蛮，非常血腥，人就把它称为征服比如伊斯兰征服中东，征服东罗马他们不仅殖民，他们还杀光所有基督徒，他们打了800年，一直打到维也纳这是最血腥的殖民。但是从来没有人声讨他们，从来没有人说他们，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的王朝更替，每次都死了差不多60-70%的人口，然后再移民过来去拓荒，这样的殖民为什么也从来没有人声讨他们，从来没有人谴责他们？蒙古西征统治中亚和俄罗斯差不多有200多年，这也是殖民
为什么也没有人说他们呢？为什么？仔细想一想，因为被殖民地区的人都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后代呢被强行同化了啊，所以没有人会为祖先的遭遇去问一个为什么。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命运嘛，对吧？认命就好了嘛。国际舆论也从来不会谴责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 care，这个和上帝没关系，他们攻击的对象只有上帝啊，其他的他们没有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对基督教国家对外殖民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两方面啊，一方面它是来自于基督教内部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撒旦的控告。撒旦对殖民概念的歪曲，它一开始就是冲着基督教来的。任何其他民族的殖民，它都是不会声讨的。世界声讨殖民主义的唯一对象就是基督教群体。要再进一步探讨备受争议的近代殖民主义，我们就又需要跳回到基因这个话题啊。当人群被上帝以语言为纽带分开了，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居住，他们就会获得特别的物理特征。巴别塔下的分散保留了人类的基因库啊，它就使基因变异只能在每一个相对有限的人群中产生。这样呢，慢慢的，它就产生了显性基因的固定长相。但是这样呢，它也使基因的多样性变异也变得越来越单一啊。上帝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不要和表亲结婚，结果我们在西欧的封建制度里面，因为人的财产聚存制度，为了家里的财产不外流啊，所以他们一直是施行在家族内结婚。这个情况其实今天的穆斯林里面依然是这样的。欧洲王室呢就更加了，对吧？为了王位的聚存，因为你一旦结婚，你所有的财产就带着走了，所以为了祖上的财富不外流，基本上欧洲王室全是亲戚啊，就是王室和王室结婚，贵族和贵族结婚，平民和平民结婚。当时因为交通受限，社交范围有限，所以血缘关系呢并不会很宽泛。那么就这样慢慢演变到每一个语言群体的内部，它的繁殖使基因突变再一次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呢，大航海时代就来临了。所以大航海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开胃菜啊！为什么？因为大航海它的目的并不是扩大我们的基因库啊，大航海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福音，是为了更好的事情准备的。因为接下去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上帝亲自领导的。从罗马天主教的官僚体系当中，宗教改革释放了上帝的话，福音通过宗教改革使信徒趋向成熟。罗马天主教时代的中世纪的信徒是很迷信的啊，他们的信仰表现和迷信差不了多少的。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呢，神的道在西欧各个语言群体里面被高举、被仰望，哪怕就是在天主教群体里面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大家都带着急切的心，想将福音送到地极。而大航海呢，就是为福音做预备的。所以呀，在各大基督教国家里面，对外殖民它既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生的一种贸易需求，同时它也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对外传福音的需求，所以它是双动力的、双引擎的。罗马天主教遭遇宗教改革，它失去了很多阵地，对吧？所以它要去控制新的福音领地。新教成熟之后呢，他也要对外传福音啊，他要去探索上帝赐予的未知的地方，这是他们的福音动力啊。所以信仰动力、福音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和那个经济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啊。
所以我们在展开这个叙述之前呢，始终要记住一点，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记住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这个前提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只有领地概念。中国也一样啊，全中国这么大一块地儿，全是皇帝家的啊。别说那些蛮荒之地，就连意大利，它也要到1870年，它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现在一说殖民者，好像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军事优势攻打另外一个弱小的国家啊，这种理解是太简单化的，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和屠杀。民间之间的冲突当然是有的啊，因为人只要在当地定居下来，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对吧？生产材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邻居之间都要吵架，两个不同的族裔、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信仰在一起互相攻击，这是民间常态嘛，对吧？这种民间冲突，它就算是涉及到军火啊，涉及到地方武装斗争啊，它也和殖民主义是挂不上钩的啊。我们始终要记住这一点，这是前提啊，否则我们就没办法理解后面要讲述的内容。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兴起，一个古老的话题又重新冒出来了。因为大航海呢，发现了新的无主之地。欧洲的地啊，因为它是封建体制嘛，封建体制就是封土建邦，所以地基本上都是有主了。地主呢，不断的生儿子啊，那再多的地你也经不起几十代的子孙这样一代一代分地呀，对不对？所以最后农业时代呢，它的土地啊就会越分越小，越分越小。但是你要知道，农业社会对土地的渴望是人最原始的动力。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对吧？亚当后裔他是出于土地，依赖土地，归于土地呀。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大航海运动以后发现，哎呀，有这么大片的无主之地，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对不对？但是第一波去过南美的人啊，就会发现，哎，没有那么简单呢。南美第一波登陆的白人啊，他就突然之间就正面杠上了这些在这一块土地上已经生活在那里的原始部落的人。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看过印第安人那一集啊，我们都要再一次强调这个概念，就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确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过程。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你土地你又不能把它卷起来藏在家里，你也不能把它带走，对吧？所以它必定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那既然是法律概念，它就和法律是绑定的。那既然是法律，它就和这个法律的执行机构、执行主体是绑定的。法律的执行主体是什么？是国家。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时候没有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当时土地所有权是没有办法确定的，甚至都没有这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形成，要到拿破仑之后，这个是彻底的形成啊。在那之前，有那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能够确定国家的一些概念啊，但是它真正成型要到拿破仑之后。所以在大航海时代哪有什么国家概念呢？大家只有领主的概念。所以这一块土地上是无主的，我去了，我去耕种了，我就可以成为他的主，因为谁开垦就归谁嘛，对吧？这个封建时代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嘛，啊，上千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张口闭口就用今天的道德去绑架古人，我们这样会显得自己没有历史和法律的常识。法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不追溯过往。你不能够，哎呀，我今天通过一个法律，然后用这个法律去衡量、去要求200年前的人来赔偿你，这就太蠢了，对吧？这就是今天美国左派在干的事情嘛，他就要动用你纳税人的钱去给黑人赔偿。为什么？因为说他们祖上有可能是奴隶呀，这真的是瞎扯。第一个正式使用黑人做奴隶的，就是一个黑人啊。
左派没有常识，它已经变成一种精神病的一种了，知道吗？今天的黑人和当年的奴隶，他就算有血缘上的关系，他也不可能成为赔偿的依据。为什么呢？你要这样想，你要算损失啊，应该是当年的奴隶主要求美国政府赔偿，这样才可以算损失，对不对？因为当时的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他们是损失最大的嘛，对吧？奴隶有什么损失嘛？奴隶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那个生产合约嘛。再说了，我们也讲过忒修斯船，对不对？忒修斯船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人口都已经换了好几遍了，这个时候的美国跟当时的美国都不是同一批人了呀。你要这样想，如果要打官司要赔偿，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法律行动，对不对？那如果是法律行动的话，你就要有原告有被告嘛，你要有赔偿主体和被赔偿主体嘛。但是，人都换了好几轮了，前面打仗的、拥有奴隶的那些人都死光了，奴隶主也死光了，奴隶也死光了。那他们的后代虽然活着，但是他们都不是赔偿主体和被赔偿主体啊。你这个法律如果没有主体，你就谈不上案子，你连立案都不可能，原告被告都没有，你怎么立案嘛？对不对？所以千万别跟着主流媒体瞎扯瞎起哄啊，那完全是站立不住的。这么多人这么乌泱乌泱的去吆喝，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无知啊！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我们要用法律和常识来判断。学点历史和法律是很重要的。大家要原谅我啊！说到这个我就有点着急啊，因为我们现代人这思想被他们控制已经太久了。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啊，在当时15世纪大航海发现的美洲呢，它就还处于一个原始社会，他们的生产力很落后，他们的生产产品能够供养的人口也很有限，所以他们的人口数量呢是不多的。大部分的美洲是荒无人烟之地，就连现在啊，亚马逊丛林里面也是荒无人烟的。那美国西部也就更加了，对不对？要不就不会有后来的什么西部大开发，对吧？地是没有主人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可是已经有主人了，对吧？我们说过封建社会了嘛，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有主人的。那有些人呢，就跟自己的主人去说：“哎呀，我要去拓荒啊，那个地方有一块无主之地，但是我没法去，我没钱啊，你要给我钱，你要给我路费啊，我到那边去看看我能干些啥。我如果种地得粮呢，就分你一半；我如果挖到银矿呢，我也分你一半啊。”哥伦布同学就是用这一招忽悠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的。他是先去忽悠葡萄牙，然后我们在教会历史里讲过，对吧？他去忽悠葡萄牙，他说：“哎呀，我们一直往西航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到印度。”结果葡萄牙听了都惊呆了，对吧？葡萄牙航海多强啊！那阿方索王子开航海学校的，王室的航海知识那比哥伦布可强多了。所以他们一听，哇塞，这家伙数学不行呢！你要去印度，你怎么可以往西走？你得往南走，对吧？绕过好望角，这个才是地球的小半径嘛。所以葡萄牙就没理他。但是西班牙当时两大王国啊，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阿方索啊，刚刚打完仗啊，他们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然后呢，把穆斯林彻底赶回北非去了。刚刚收拾完战场啊，哥伦布就来了啊，就来求见，要求他们资助、给钱、给船啊。他承诺给皇帝，什么呢？他说：“哎，我带你一起去发财啊！”你要知道，那个这两个王嘛，这两个天主教双王啊，他们两个人打仗还行，那航海那是真不懂啊。你看他分析的头头是道的啊，他们觉得哥伦布这个人啊，说话起来一套一套的啊，这样分析那样分析，他们听了觉得有点道理，他们就答应了，就掏钱了，就给船了啊。结果呢，就一不小心啊，掏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所以可见，有的时候啊，傻一点是没坏处的啊。这个天下聪明人得一半，傻人也得一半呢。
他们出发之前做了一个祷告啊，无论发现什么，他们都要献给女王，献给上帝啊。他们出发之前呢，也事先征得罗马教皇的同意啊，教皇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当然了，后来发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太好规范计算价值啊，结果后来也产生了很多的纷争啊，甚至也差点翻脸啊。而且我们知道，后来因为发现的银子太多，引起了西班牙白银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最后对西班牙也不是个好事啊，结果对整个欧洲呢也掀起了一些动荡，这是后话啊。但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都讲过，挺有意思的。我们为什么要重复一下这个内容呢？就是帮助大家回忆起当时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更加能够理解初到美国的那些人，他们并不是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是带着英国人的身份来的。他们是在一块无主之地上落脚的，他们辛苦耕耘，养家糊口。英王是鼓励他们来的，所以给他们免税的政策。你们不是去拓荒吗？拓荒建设是需要资金的，所以我就不收你们的税。而且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无论你们生产什么，我们都帮你卖啊。无论你发现什么原材料，我们都问你买啊。这就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统购统销啊，不过这个不是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这是扶植初创公司啊。英王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他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土地管理权，因为英国人在哪里耕种，这一块土地就变成英国国王的了嘛，对吧？这个就是大垦荒运动嘛，这就是封建制度嘛，地是随人走的。人家这个制度沿袭了上千年了，你一个坐在21世纪电脑背后的人，你跳出来说人家不道德，这就显得自己历史学知识太浅了啊！所以以后别人这么说，你千万不要跟风啊，哪怕沉默也比跟风要显得有文化一些啊。所以在这一场美洲、澳洲、非洲的所谓殖民运动过程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今天理解意义上的殖民，在当时的人眼里啊，这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新的大垦荒，和西部淘金运动其实是差不多性质的。当新大陆上去的人越来越多起来以后呢，他就会和当地的部落产生一些利益上的冲突。这个过程很复杂，大家去看印第安人那一集啊，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啊，欧洲白人登陆的时候，看到原始部落的人，他们居然在献人祭、吃人肉啊，大家围成一团啊，吃人肉 barbecue 啊，真的把欧洲白人都给吓吐了。所以他们赶紧回去汇报，不行不行，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啊！我们不能哪一天被别人放在铁架上莫名其妙转起来了，对吧？当时西班牙人在美洲挖白银，说实话，这种白银啊，对当时的土族人啊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他们不要白银，他们要白银干嘛呢？又不能吃，对不对？这里是原始社会啊，原始社会他们只对食物感兴趣，因为没有商品。白银的价值它是通过商品交换而体现的，它是流通货币嘛。那你都没有商品流通，白银有啥用啊？对吧？你又不能吃嘛。但是白人来了以后呢，他就带来了欧洲的商品、工业产品啊，这样就使白银有了价值。这个时候，美洲的土族人才知道，哦，原来白银有这个用啊！所以，我们不能光说白人掠夺白银啊，这个我们不能这样直接上来就控告，这个是有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啊。你想想看，我如果把你放在一个荒岛上，你会不会没事去挖白银啊？不可能啊，对吧？你宁可去钓鱼、抓兔子，你也不可能去挖白银。所以关于这些对白人的什么掠夺控告，这个都是无视事实的，都是搞事后控诉啊，都是欺负死人不说话，欺负后来的学生坐在课堂里面太天真太无知啊。而且左派的那些教授，他们特地系统性的
夸大了南美那些原始部落的文明程度，什么玛雅文明啊，怎么可能？那个只是遗迹啊！他们要是真的有这么文明，怎么可能灭绝了呢？应该跑到其他地方殖民才对啊，对不对？所以玛雅文明没准是大洪水之前的遗迹啊，上帝放在那里逗你玩儿。当地方部落和白人的冲突，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土地的冲突，因为土族人他对土地是没有这么追求的，人家原始社会他对土地的认识远远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律层面上的所有权上，人家只是想要来去自由的权利。你家有好吃的，我要来抢，你不让我抢，我就杀了你，我再抢。那欧洲白人是这么想的，这是我的私人领地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这是欧洲已经很多年的理念，根深蒂固的理念，所以你不能来，你来了我就打你啊。所以刚开始哪有什么高大上的武装斗争啊？刚开始这种斗争啊，就是跟农村流氓欺负富农一样的模式啊。后来双方的人口都增加了，欧洲白人带来的人口、制度、文明、法律，去办学校，去教化这些土族人，慢慢的，双方在互相斗争过程中，又互相影响，又互相同化，甚至还通婚啊。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有一本血泪账啊。所以你如果一头扎进去，去分析他们的殖民历史，去看他们的血泪控诉，你就很容易掉到那个坑里去啊。你不能说是欧洲白人欺负人家了，到底谁欺负谁，咱还不知道呢，对吧？你去看一下印第安人那一集就知道了。但是最终呢，最终欧洲人仗着文明尺度比较高，不肯被欺负是肯定的啊。但是一旦他们开始反抗，那土著人也是根本不可能捞到什么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土族人他从高等文明那里得到的另外一种好处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不闹了啊，我们同化啊，我们接受你们的教育，我们和你们通婚，我们为你们工作啊，慢慢融入这个全新的社会。这样呢，它就形成了现在很独特的南美文化。南美文化是那种基督教理念不是特别纯粹，因为它的神学是天主教神学嘛，所以它的神学是有残缺的神学啊，所以它是一种基督教信仰和偶像崇拜高度融合的一种文化，哎，挺有意思的啊。北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不讲了，基本上在印第安人那一部分里面，我们大致都讲过了。这是殖民地的形成自然过程，它就像是一棵树，它是自然生长的，它是 organic 的，它里面会有很多冲突，也有矛盾，但是同样也有和解。其中呢，还穿插着各自宗主国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些殖民地背后都是有主人的嘛，对吧？那宗主国之间一打仗，那海外的殖民地它当然也要加入战争。为什么？为什么？想想看，没办法呀，因为它是什么封建制度嘛？封建制度，我允许你开荒土地，让你管理，那么关键时刻你要帮我打仗，对吧？所以我们就经常看到欧洲英国那个英国法国两个国家一打结果英法的美洲殖民地上也打起来了啊，常态啊，正常。因为封建社会，封建领主的法律责任，也就是他的契约责任，就是帮主人打仗啊，所以他如果不履行，他是要被上帝重罚的。所以封建社会就是真正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南美的殖民地文化和天主教是天然一体的，因为天主教是随着这些殖民者一起进去的。因为天主教就是这样，人到哪里，我教堂开到哪里，对吧？因为教堂是为人服务的嘛。你有50个家庭，我就必须开一个教会啊。欧洲上千年都是这样的，人到哪里，教会建到哪里，这是不可分的。所有的南美洲天主教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那我们就要这样想，那为什么南美洲没有新教国家呢？哎，这是因为时间差。为什么？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会儿还没有新教呢，还没有宗教改革呢，对吧？
所以新教基本上在北美和澳洲。所以大航海运动一开始催生出来的是一个大垦荒运动啊，为了鼓励大家去垦荒呢，国王还免税啊。那为了鼓励他们去垦荒呢，国王还给他们统购统销的政策啊。但是我们要这样想，那欧洲大陆才多大点人口啊？那你这些东西消化不了怎么办呢？而且欧洲大陆它自己都产能过剩，对吧？那是工业革命了嘛，那怎么办？他们就要开拓海外市场。这样呢，就催生出了殖民地的第二种形式。这种殖民的第二种形式就不是无主之地了，而是那些东方的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存在的那些国家。我们今天就举一个例子啊，就说简单的一个例子，因为你要所有的殖民地都讲，这个课程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举印度这个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和它的宗主国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是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啊。印度在被英国殖民之前，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屎坑啊！就连现在，他们依然会满世界拉屎啊。在加拿大加油站，我们也能看到他们非常销魂的拉屎的视频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怀疑这一点，他们的文明啊是值得怀疑的。面对这样一个大屎坑呢，英国政府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征服他们。你说我把你征服过来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么远我也管不过来，我只想和你做生意啊。换言之呢，就是我只看上了你的市场啊。因为什么？因为贸易没有国界啊。所以英国是最早一家去印度做生意的公司啊。所以英国它最早去的是公司，它不是国家啊，这是两个概念。去印度做生意的这家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是1600年成立的。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名字差不多，老板不一样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全名叫做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所以你听名字就知道了嘛，这个就是一个在印度做生意的商人商会啊。组成了一家公司，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加拿大什么福建商会差不多啊。他们在1600年的12月31号获得了英国王室授权，给他们东印度的15年贸易专利特许。公司一共有125个持股人啊，他的资金是7.2万英镑。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啊，做香料生意。在那之前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做香料生意的，这一下竞争者来了。他们在1608年就到了印度，建立了一个贸易点。所谓的贸易点其实很简单嘛，就是租个房子，开个收购点，把消息放出去啊，说我这里大量收购香料啊，那就有人送上门来卖嘛，对吧？这样一做呢，收益很不错。2年以后呢，他就在当地建立了一家加工厂。他要生产加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你老是收购过来的东西啊，都是别人做好的产品。那既然是乱七八糟，谁都可以向你供应，那么这个产品质量它当然就是不稳定的。因为有些人家做得好，有些人家就手工上搓2把，那它非常不稳定。那么为了客户的要求，为了稳定质量，他们就开始收购原材料自己加工啊，规范化生产。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它的机械能力已经很强了。工厂建立起来以后呢，他就发现不行啊，工人素质不行，他们也不讲规矩啊，今天高兴了就来，明天不高兴了招呼也不打就不出现了啊，他们完全没有契约精神。这下呢，英国人就开始犯难了，这么大的工厂都开起来了，怎么办呢？我换人也不是办法，对吧？因为你放眼望去，印度人都差不多啊，这是他们的民族性。这个就跟大清帝国是一样的嘛，对吧？那圆明园门口都是为8国联军递火柴的啊，没啥区别。没开化的民族，表现形式都是差不多的。于是呢，英国人呢，他就想我自己要开始培训啊。
他在自己的工厂里面建立了一支比较高数字的员工队伍啊，甚至从英国本土引进人口啊，但是数量还是太少，你培训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嘛，所以你就不太好换人啊，这样的公司也不太容易扩张。而且呢，在和印度的交易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法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印度人是没有法律概念的，秀才碰到兵，你有理也说不清啊。当时印度人还是有点像那种西藏的这种土邦王公这样的分散秩序啊。虽然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帝国啊，但是小邦国也很多啊，都是各自为政啊，没有普通法，也没有成文法啊，它有一些传统的习惯法。但是呢，你要知道，大家看在钱的份上呢，可以忍啊。为什么？因为利润很高啊。东印度公司呢，他当时还向那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更新了他的贸易特许状，因为生意好嘛，对吧？所以他还是要维持继续做下去。这个詹姆斯一世就是翻译 KJV 版本圣经的那个国王啊。他这一次更新的贸易特许状呢，是没有规定年份的，它只规定3年不盈利你就得关门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要记住它，后面就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收场了。当时的印度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都没有啊，大部分是部落，有自己的首领啊。它有一些后来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帝国的，其实也不太好说是帝国，像莫卧儿帝国，它其实不是帝国，知道吗？所以后来历史学家把它叫成帝国，哎，是有自己的私心的啊。印度半岛上大大小小的国家不下几十个、上百个，经常打成一片。一打仗，东印度公司它就收不到货了，你知道吗？它的贸易就会陷入风险，而且经常还会有流氓、有暴民袭击和抢劫英国人的定居点和他们的工厂。为什么？因为他们那里有高级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呢，为了更好的做生意呢，英国国王呢就派了特使跑到印度，和当时最大的这个国王去谈判，就是莫卧儿帝国的国王。因为他是当时印度最大的领主嘛，70%的土地是归他的，所以找他谈比较好谈呐。于是他们就谈了条件啊，就是这个莫卧儿帝国，他们承认英国工厂的权利啊，也不侵犯他们的权利，也不攻击他们啊，而且呢，授予东印度公司独一无二的定居权和建工厂的权利。也就是说，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都不行啊，像那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就不允许啊，这是独家的。然后作为交换呢，东印度公司要向他们提供欧洲市场上的货物和一些珍品，向他们王室提供，然后王室去卖给谁，那就是他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国王呢，他获得了欧洲洋货的统一销售权。看到没有？从一开始，对印度的殖民就不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宣传的那样，是掠夺、是抢、是征服、是杀，完全不是啊！人家就是来做生意的。那后来被欺负多了，在海外周围都是那些连法律都没有的野蛮人，说杀你就杀你啊！而且当时他们还要面临葡萄牙、荷兰这些殖民者的攻击，因为宗主国经常天天打架，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也挺焦头烂额的。所以不过看在钱的份上，他们也都忍下来了。任何当时在外面做生意的船队也好，后来去殖民地居住的人也好，他们其实当时都是有武装的，人手一把枪啊。为什么？因为生意人和军人本来就是不分家的，在那个时候出门你不带枪，你不就是直接送命去的吗？对吧？你不能等别人打你了，你还要等国家派军队来，这不可行，对吧？所以东印度公司不管是英国的还是荷兰的，它都是带有军事武装的。反正公司利润高啊，我啥都好办，对吧？
在大航海之前，这些利润都是由控制欧陆贸易线的穆斯林赚走的。我们小时候都听过阿凡提的故事，还听过什么阿里巴巴和40大盗，对吧？穆斯林那个时候老有钱了，但是大航海运动呢，就彻底改变了这个格局啊！陆上贸易开始衰退，海上贸易开始强盛。为什么？因为海上贸易它的载货量大呀，你一头小毛驴你能拉多少货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就大大降低了货物的成本，也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所以呀，殖民的开始根本就不是我们被宣传的那样啊！不信呢，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国王写给英国国王的信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对你的王室的恩爱，我向所有我统治的王国和海港下令，接受任何英国商人作为我的朋友。那可见英国人的表现是挺好的啊。如果是一个以杀人犯面目出现的人，那国王是不会这样接受他们的。他下面说，他们可以在任何他们愿意的地方居住，他们享受无限制的自由。不论他们到达哪个海港，葡萄牙或其他人不准打扰他们；不论他们在哪个城市定居，我下令给所有我的总督和长官给予他们任何可以给予的他们所需要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交易和向他们的国家运输。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热情和友谊，我希望陛下下令您的商人用他们的船运来各种珍品和适合我的王宫商品，以及您有机会给我传递您的王家信件，以让我为您的健康和事业发展而欢心。愿我们的友谊永存。看到没有？他不仅仅是商品来往，他还要求有家事报告啊，互相了解对方的家庭啊，真的是想交朋友啊。政策是很好的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保护政策就使东印度公司发展的非常快，他们马上就超过了葡萄牙人。到了1647年呢，也就是过去了40年，他们就已经建了23个工厂和基地，有90个当地的高级雇员。到了1662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就是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2世，结果孟买就作为嫁妆被凯瑟琳带给了英国，那孟买就变成英国领土了。孟买它本来是一个葡萄牙殖民的一块无主之地啊，和北美一样啊，对吧？只有一些原住民住在那里。后来葡萄牙人多了，它就变成葡萄牙的殖民地。结果英国国王一结婚啊，老婆娶得好啊，就把嫁妆给带过来了。那你想想看，英国国王凭空多了这么一块飞地啊，自己又没有能力去管理，他就把它承包给东印度公司。那是在1668年啊。那既然这里已经是英国国土了，那东印度公司它就将总部从苏拉特搬到了孟买。为什么？因为孟买是咱英国自己的地方了，对吧？它就开始在孟买大力的发展。孟买就成为印度最大的教育基地、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也是娱乐之都。我们后来知道，那宝莱坞基地就在孟买，对吧？整套体制从教育到金融全部都是英国投资、英国建立、英国带领，前后花了300年。因为确实他们在印度有了土地呀，而且这块土地完全不是抢来的，是人家结婚嫁过来的。但是人家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城市，建立英国的海外飞地，那就需要有像样的国防，因为你要保护领土了嘛。所以英国国王在1670年就颁布了5条法律，授予了东印度公司有自主铸造钱币的权利，建立军队的权利，指挥军队的权利，还有建立要塞，还有和印度的当地部落结盟和宣战的权利。因为毕竟印度的部落太复杂了嘛，对不对？而且还给了他们签订和平条约的权利。
同时呢，还有在独立的民事、刑事的审判权利。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人在印度犯法了，我还得把他送到英国本土去受审判，这个不行啊，这样法律成本太高了。这样一来呢，以孟买为中心，类似于英国的一套体制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它一直造福印度到今天。他们推广的政治理念，以英文为母语的教育，对印度都是很重要的。在那之前，印度是没有统一的语言的。这个和中国人在普通话普及之前的情况是一样。如果中国那个时候不是普及普通话，而是普及英语，那中国估计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不要小看这一项啊，这一项其实给印度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就是计算机编程。印度为什么后来会出这么多计算机人才？因为计算机编程它需要2大条件，一个是量大啊，计算机码农它量很大啊，印度人口多嘛，对吧？第二就是语言啊，计算机语言它的逻辑是建立在英语上的。印度码农多，所以你还是要得益于当初英国的殖民所产生的最好的一个后果。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钱多了他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膨胀，别人呢也会来惦记你呀。这些突然之间就富起来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啊，他们发财之后呢，就回到英国，购买了自己的不动产啊，很大型的那种啊，甚至有些还购买城堡。他们也在本土开企业，也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利啊，这个一样的，所有有钱人他都想谋求政治权利，所以他们就会去参加竞选。在英国的议会里，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说客的队伍啊，这个势力就越来越庞大了，几乎可以影响政治局势。另外一些没有喝上这口汤的商人呢，他们也会眼红，他们也想到印度去开公司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国王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是排他的，是独一的，其他人是去不了的。而且当时的期限是什么？是没有期限，对吧？它唯一取消的条件是连续3年不盈利。那目前看这一条应该不会发生啊，人家的盈利实在太好了。于是呢，他想出一个那个很聪明的想法和一个法案。他到了1694年，国会通过了一个非管制法案。这个法案呢，允许任何英国公司和印度直接贸易，除非被国会通过的法案禁止。看到没有？这样一来呢，它虽然没有直接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但是它等于变相取消了实施将近100年的独一的排他的特许状。那我们就要这样想了，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敢这么做啊？那违约精神呢？那个契约精神呢？对不对？这个干起来像是违约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间，这个是1694年。1694年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仔细想一下，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几年？是1688年。当初签约的国王这一条脉络，他们已经被光荣了，对吧？他们君主立宪了，君王已经是虚位君王了，国王没有权利了。这个时候议会说了算，看到没有？议会的自由性，这里就已经看出问题了，对吧？议会是投票决定的，那既然是投票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谁都不是这个契约的主体。那么它当然也就不涉及到违约的问题，对吧？你前面那个特许状又不是他们签的，所以他们重新通过一个法案来否定它，他们谁都不会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他们自己骗自己的啊。所以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家用政治的手段骗过了自己的良心。那后面的事情发展就越来越狗血了。
大家都想到印度去发财，怎么办呢？那么1698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建立了一个和东印度公司平行的一个公司啊，叫做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来了个李鬼啊，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想去那边做生意的那些小的那些商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的啊，可以和那个原来的那个东印度公司抗衡啊，大家平衡一下权力，因为权力也是需要制约的嘛，你东印度公司太厉害了也不行啊。如果再让他们这么财大气粗下去，那英国国会都得归他管了。他们的想法是好的啊，初衷也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东印度公司这些人吧，他真不是吃素的啊。你想成立新公司 ，OK 啊，然后他们直接就财大气粗，在你的新公司里面买入股票，他一下子又成为新公司的大多数。两家公司表面上是对抗，背后呢其实是合作。到后来到了1702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装了啊，他们就宣告两家公司合并啊。同时参加合并的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其他的几家公司啊。这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它是巨有钱的啊，它借给政府320万英镑，借给英国政府320万英镑，就是那个两家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后啊，巨有钱。后来他这个借他不是白借的啊，虽然借了320万英镑给英国政府，但是他是有条件的。作为交换呢，他们对印度有独家销售权，这个销售权呢是差不多给了他们3年的独家销售权。从此以后啊，国会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公司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呢，它是把自己当成是英国海外的总承包商。国会呢，国会千方百计不想让它做得太大啊，千方百计不想让它有更大的自主权。你本来就已经天高皇帝远了，你还特有钱，那以后就不太好收拾你啊。到了1712年，英国政府终于把那个320万英镑还完了啊。其实政府也不容易啊，他一边要问你借钱，一边他还要和他的债主抗争，这种场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一边向债主借钱发工资，一边还要立法去限制他的债主啊，不向债主妥协。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你电视剧都写不出来这种剧情。这个时候我们看时间，它是17几年啊，对吧？那个时候还是清教徒时期。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是为上帝活着的啊，桥归桥，路归路啊。所以既然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所以我们立法，我们要限制他们人心啊，不能让这些权力做大，不能让他们太有钱。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就这样啊，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就一直被延长，一直延到了1766年。这个时候呢，欧洲大陆出了一场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呢，使英国和法国成为了敌人。这个就是7年战争。7年战争呢，欧洲基本上主要国家都参加了啊，连美洲，英国殖民地和法国殖民地也打起来了。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说西班牙也是啊，他们都在海外打成一锅粥啊。那这样一打仗，英国就不太敢收拾东印度公司了，对吧？一方面，他要依赖他们在海外的武装部队去抵抗法军；另外一方面呢，打仗政府也缺钱呐。于是呢，东印度公司又借钱给政府100万英镑，代价呢就是再一次延长他们的特许期限，一直到1783年。长话短说啊，最后英法冲突，这一场7年战争，这个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个我们教会历史里面讲过了，我们就直接讲结论啊，这个结局就是法国输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法王路易16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啊，花很多钱派军队去支持美国独立啊。这不是因为他爱美国啊，那是因为他恨英国。
结果这个缺心眼呢，意外的把自己给毁了啊。法国陷入财务危机，它不像英国那样这么简单可以解决啊，它不像英国那样容易借到钱。结果后来法王路易16推行财政改革，一下子用力过猛啊，最后导致失控，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英国成为7年战争的最大赢家，他赢了一大堆的海外殖民地啊。东印度公司因为在印度那里，他也是参与战争的嘛，英国本土没有打仗，英国本土那个时候正在轰轰烈烈的发展工业革命呢。所以印度呢也趁机发了一笔小财啊。为什么？因为大小王公啊，那些土邦的王公们就把原材料啊、商品啊都源源不断的去卖给东印度公司。所以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啊，他们基本上已经富可敌国了。英国在印度的经营产生了一个和中国非常相关的事件，那就是鸦片啊，后来和鸦片战争有关系。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在那之前呢，谁都可以买卖的。可是东印度公司你知道的嘛，财大气粗，对吧？所以它收购价它比谁都高啊。基本上后来就变成统一收购了，大家都卖给他，这样呢，无形之中他就取得了独家垄断。但是这个产品呢，你要卖回英国，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啊！整个欧洲你都卖不出去。英国人也不抽这个，因为基督教国家啊，特别是英国，它还是清教徒时代呢，人人都在读圣经呢，他们不好这一口。但是中国人喜欢呢。中国清朝当时是鸦片禁运的，清朝自己不产鸦片啊，如果允许鸦片自由贸易，那么中国人的白银就要外流。那个时候的皇帝禁运鸦片，他根本就不是关心老百姓啊，什么关心你的健康啊，那没那么多想法啊。你们就是皇帝的韭菜啊，皇帝不会来关心韭菜长啥样，他只是很单纯的不想让白银外流。整个国家大门一关啊，里面全是我的，老百姓的也就是我的啊，暂时放在你家存一下，等到什么时候想要了割一下就行了。倒查你30年啊，就算你是和珅，你也得交出来。中国历代皇帝都是这样做的啊，在中国就没有私产的概念。东印度公司因为禁运，它不能够进中国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船开到广州附近的公海那里。结果是中国那里的一些走私小船，就一船一船的跑到公海里面，把货物搬到船去走私啊，往岸上搬，然后去卖去赚钱。这个你根本就禁不住啊，这是商业行为啊，真是。所以贸易不是靠你法律能够禁的啊，而且人家都不需要你英国人干啥，对吧？你只要停在那里就行了。所以中国人如果你不吸鸦片，英国人真的不能把你嘴巴撬开了灌进去啊！所以这个背后它都是有一些商业逻辑在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英国人拿着扛着大炮，扛着枪跑到中国来，把枪顶在你脑袋上，逼着你吸鸦片啊，不是这样的。这些小舢板吧，它在这个在那个水上这样划来划去运货，其实风险是挺大的。而且它的货物销售量啊，包括它其他的一些货物的销售量都受到限制，因为这个鸦片的缘故，你这个大的贸易商船就不能靠岸了。所以后来，英国呢就派官方使者来谈判、来签约、来开放贸易啊。清朝政府吧，他就是脸皮薄啊，你一来谈就好谈啊，咱就签啊，签完以后呢，不执行哈，所以几次三番，英国人被骗了啊，骗了一次又一次啊，带来的货物都烂在船上，后来才会有所谓的鸦片战争啊。这段历史我们以前讲过啊，其实也是中国人对误会最大的这一部分。我们今天呢不展开讲殖民地过程的细节，因为全世界殖民地太多了，你每一个地方你都要细讲的话呢，那就太没有头绪啊。
我们今天就讲大线条啊，我们把大致的历史线条看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历史它都不是凭空开脑洞想出来的，它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还不是单一的原因。特别是整个大历史背后，它有上帝的旨意。当时的英国人啊，个别的英国人在清朝，比如说传福音进来的那些啊，村里的财主，有的时候他就看不惯这些洋人的长相，他就会在家里叫上几个青壮劳工，就把这些洋人绑到村里的池塘里面杀掉了。这种情况经常在发生，而且各地都在发生啊。结果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消息都传回西方啊，西方的那些就很震惊，知道吗？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被滥杀，甚至连使团都会被虐杀，这都不是新鲜事儿啊。这样呢，英国人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迷茫之中，就是这些人到底咋回事儿啊？因为英国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种比较高等的文明状态，他根本就不能理解野蛮人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所以后来有一个什么条约来着，我忘了，就是和清朝政府签订的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啊，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要给予中国人基本的人权。看到没有？不要说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保障，就连中国人的人权也是英国人为你们争取的。虽然7年战争打下来啊，法国输了，西班牙也没好到哪里去啊，英国成为最大赢家，但是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呢，它反而未必是一个好事。根据巴黎条约，法国在印度还是有一些贸易点的，但是法国人呢，法国人这个国家真有意思啊，他们啊，你要他建设他不太行啊，法国殖民地都挺烂的啊，管得也不好，但是他们要是想搞破坏，其实还是挺擅长的。法国人呢就挑逗那些印度小部落、小邦国啊，那些小王公贵族啊，甚至他们还去分裂莫卧儿帝国的下一代，因为老国王死了嘛，那下面几个儿子权力斗争就很厉害，王国就分裂。这样一来呢，印度本身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再加上英法战争的时候呢，这些小王国，有一些人呢就站队法国，有一些人呢站队英国，就彼此会进入一些战争状态啊，这样就导致后来长达1个世纪的敌对状态。这些曾经和法国结成同盟的那些小部落和小王国呢，他们就一直跟你打游击啊，一直用武力反抗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和统治。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啊，最后会导致战争升级。这个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就很困难了，因为它的消耗会增大，而且安全性下降。一旦进入战争状况，公司的收益也会下降，战争的支出会增加，这个是利润两头切啊。这样的话呢，公司就无力管理，因为它没有办法承受战争的费用。这个时候呢，公司的总裁们啊，就向国会正式提出来，向他们呼吁啊，你们要提供经济资助。那个时候，国会自己还时不时的要借钱呢，他们还不像今天的政府啊，今天的政府是可以随意印钞的，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的国会呢，就只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法案啊。这个法案叫什么呢？这个法案就是让他们赚钱啊，算是送给他们一个赚钱的大礼包。这个法案叫做茶叶法案。这个法案给东印度公司在美洲贸易的时候有更大的自主权，加强了他们在美洲的垄断权。结果呢？结果东印度公司用力过猛啊，我们都知道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导致了波士顿清茶事件。这个后面的直接后果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了。所以美国人真的要感谢法国啊，不是法国在印度这样捣乱啊，这个法案就不会被通过。
不是这个法案被通过，那美国人就不会被激怒啊，也就不会去一不留神就独立，这种事情就干不出来了啊。后面这些历史啊，我们就一笔带过了啊。反正一句话，东印度公司当时日子不太好过啊，他们一边要做生意，一边要维稳，要打仗啊，他们产生巨额亏损，不断的向国会求助。这个曾经下蛋的母鸡啊，从当年的小甜甜到现在变成万人嫌，真的是谁也没想到。这种战争状态带来唯一的好处呢，是印度的王公贵族他们自己也发现我们不再安全了，于是呢，很多王公贵族就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附属，靠东印度公司吃饭。这个时候呢，印度本土的政治势力终于向东印度公司低头了。因为什么？因为东印度公司有战争权呢，武器人家还是挺厉害的啊。以前不知道，一打仗你就知道了，对吧？一打就打出原形了嘛，就打服了嘛。于是他们就投靠了。这样一投靠呢，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啊，就是1813年，印度开始对传教士开放。这个时候，距离东印度公司1600年的时候进入印度，已经过去了整整213年。在那之前啊，只有1498年，罗马天主教随着葡萄牙航海家到达过那些海岸地区，但是没有深入啊，因为印度本土的异教文化实在是太强大了。一直到这个时候啊，东印度公司通过战争啊，通过秀肌肉，获得了王公贵族的臣服。这个时候，他们才向传教士打开了大门。这200多年以来，整个印度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他们只要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好处，只要贸易，只要赚钱，只要欧洲的产品，他们不要基督。所以这200年，他们其实错过了基督化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到了1813年，接下去基督教自己也开始异化了啊！基督教迎来了一个自我矮化、自我贬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时代，而反殖民主义浪潮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产品。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讲不了太多的殖民地，每一个殖民地的情况呢又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是这2大类。一类就是像北美、像澳洲那样的，是无主之地；一类呢就是像印度这样的，在别人的原生文化中，一个外来的贸易者来寻求市场的发展，随后一点一点的产生一个自然状况下的一个权力的融合。大航海催生出第一批全球贸易者，也带给传教士一个空前的机会。这2股力量是纠缠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原生态的地区啊，他们接受贸易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会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好处。要接受基督，这实在是太难了。东印度公司呢，因为后来他也没什么利润了啊，他也经常向国会求助啊什么的，他后来慢慢的就转型成为一个英国驻外的行政机构，他不再从事商业活动了。他们觉得与其倒卖产品，还不如培养本地的消费市场。于是他们开始对印度实行更为广泛的投入啊，就开始建立总督制，然后帮助印度建立立法机构，帮助他们全面教育啊，全面展开他们的公共教育，大量的培养印度本地人进到公司里来参与管理。他们不会因为对方的宗教背景和出生地或者他们的肤色去歧视他们，因为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很强的，低种姓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受教育。但是在英国的管制下呢，你再低的种姓，你只要愿意把孩子送过来，他一定把你收进来，对你进行很好的英文教育啊。
而且这些人，你要是想来东印度公司工作，他们也都是一视同仁的。英国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影响范围之内，在不和印度当地的王公势力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慢慢的带领印度转型。他们觉得这样的培养，只要过上几代人，那么下一代的人慢慢就会变得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社会发展了，消费上来了，那么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和我们英国又有这么好的关系，那我们一起合作干些什么不好呢？对吧？东印度公司这一次转型，给后来的英国公务员制度提供了一个实验模型啊。后来的公务员改革就是按照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这个时候的东印度公司，它从赚钱的公司变成了一个砸钱的公司啊。它开始为印度实现现代化去努力了，帮助他们搞土地法权改革，理清现代法律体系，也帮助他们明确物权法。还帮他们修铁路啊，当然了，他们也大力的宣扬基督教。但是问题来了，一旦开始宣教，你就会触及到当地人的信仰传统，就会激化当地人的矛盾，特别是建立在种姓等级制度上的特权阶层，他们就会被得罪，因为婆罗门啊这些刹帝利啊这些，他们就是靠着种姓维持他们的特权，结果你基督教是宣扬人人平等的，他们怎么可以忍呢？对吧？于是这个时候的敌人不再是受到法国势力挑唆的那些王公，而是整个印度从王公到百姓，很多势力庞大的群体啊，统统都反对啊。这个时候呢，连传教士的生命也很难得到保障，因为这种人数悬殊实在是太大了。后来呢，东印度公司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对立面啊，已经通过宗教信仰对立面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啊。这个时候呢，东印度公司就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开始雇佣当地人来统治当地人。这样的话，当地人统治当地人，他矛盾就会少一些。这样呢，就建立了雇佣兵制度，也为印度人专门设立军官学校啊，为印度培养他们自己的军官。结果呢？结果后来出大事儿，出在哪里？就出在这一批当地的军人这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有一些谣言在那里传啊，在那个军队里面传。当时的打仗用的枪是来福枪嘛，那来福枪的子弹，包装它的包装外面是有层纸的，那包装纸上涂着一层润滑油啊，那润滑油它防锈嘛。这个油呢，传言啊说是用猪油和牛油混合的。那你想想看，印度两大宗教是什么？一个是穆斯林，对吧？穆斯林是忌讳猪的嘛。然后印度教呢是把牛看成是神灵的。那这样这个传言就一下子把这两大派都给得罪光了。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士兵在装子弹的时候，他要用牙齿来咬破这一层纸。那这些士兵听到这个传言之后，他们就拒绝使用这些子弹。事实是，这个传言真的是个谣言啊。东印度公司他后来澄清了，说这是蜡不是油啊。但是印度兵不答应啊，觉得一定是油啊。于是呢，有一个士兵就攻击了他的长官啊，一个英国的中士，并且还杀了另外一个士官长。然后这个印度士兵被抓起来以后呢，经过审判，被判处死刑，而且作为警告和借鉴啊，就把整个团的番号都给取消了。结果就激化了矛盾。本来是讲杀鸡儆猴的啊，结果猴子没被吓住。后来这种子弹事件就在各个地方都不断的上演，很明显嘛，就是背后有人不断在散布谣言嘛。各个地方的骑兵团都发生了暴动，他们攻击欧洲人的居住区，杀死军官，
杀死所有能看到的欧洲人，甚至包括印度裔的基督徒。看到没有，好不容易收割到的果子几乎被一锅端啊，真的把他们都杀光了。这个简直就是印度版的义和团事件。这一场暴动啊，持续了好几年。英国人起初反应是很迟钝的，他们以为这些都是偶发事件啊，通过法律来解决。他们没有组织有效的反抗，他们还在抓人，还在审判啊。他们试图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是来建立法治的嘛，他们自己首先要守法嘛。但是印度人哪有什么法律意识啊？他直接杀人啊！所以后来呢，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印度人甚至后来提出一个要求复兴莫卧儿帝国，这个就是民族复兴的旗号也被打起来了，对吧？看到没有，这个民族主义了已经，这个说明背后是有各种势力在里面纠缠了。面对这样的压力，英国政府他就不得不去应对啊，他就会产生一种战争行为，这个完全是自卫性的。然后平定了叛乱之后呢，东印度公司就正式将他的管理事务全部交给英国政府，印度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正式意义上成为英国国家的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呢，在印度的所有财产全部交给政府，然后宣布解散。这就是英国非常悲剧的殖民史啊，花了大量的金钱啊，从殖民地收到的税还不够为他们搞建设的，而且这一切的初衷呢，就是为了和他们做生意啊。做生意你会涉及到财务，然后呢，涉及到财务，你就会涉及到钱，涉及到钱就涉及到安全，你要想要安全，你就要配上军队啊，然后你要公平交易呢，你就要教会那些还没有文明、还没有开化的那些交易对象，你要教会他们去学习遵守法律，你要教会他们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文化知识，对吧？哎，结果你看到没有？一开始只不过是想做生意，我只不过来买你们的香料啊，结果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啊，最后越退越多，越退越多，最后深陷泥潭。虽然短时间看呢，哎，也有很好的利润，但是时间长呢，你会越陷越深，最后在某一个自己也支撑不住的时刻，你就会选择放弃。所以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啊。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球化的 1.0 版本，你可以把它叫做殖民主义。现在那些大型资本公司在海外设工厂，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的 2.0 版本。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它本质上是有共同点的。我们要注意看一下这个时间点，1858年，58年发生了什么？大家对这个时间点有没有敏感？1859年进化论就发表了。那 OK， 我们知道接下去不出意外的啊，神学和世界观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方方面面，甚至都会受到波及啊。连海外殖民地也一样。进化论出台2年以后啊，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就开始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女权运动，讲过南北战争啊，我们大家一定都已经知道了。整个欧洲甚至美洲，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神学就已经出大问题了。亚米念的火已经烧过了啊，所以各大教会自由派倾向很严重。神学不再被看重，社会呢，随着工业革命，工业化城市就不断增加，社会也急剧的扩张，人和人之间的爱心就变得冷淡。所以进化论它产生只是神学缺失以后的结果。当神学缺失了，人就需要有另外一种原级别的理论来替代，来弥补这个空缺。所以进化论是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进化论是神学缺失的结果，而不是神学败坏的原因。所以说神学不好是因为进化论产生，
这个因果关系应该倒过来啊。我们要这样想，神学一旦缺失，那幺蛾子是层出不穷的啊。在欧洲，进化论一出来呢，就让那些通过大航海认识到这个世界文明差异的情况，他就有了一个进化论的解释。他觉得哇塞，诶，这个很合理嘛，对吧？你看一下嘛，有些地方就是很落后嘛。所以他们就觉得哦，那些还处于很野蛮的、没有律法的民族，他们只不过是社会进化的初级阶段。而且那些特别是像德国那种以推陈出新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就会变得很兴奋。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所有理论、所有观念的一个宝藏啊！你可以随便里面去挖矿。他们突然就觉得，哎呀，自己的国家因为工业文明高速发展，而且他们看到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啊，他们觉得以前的那些人和人之间很紧密的、有爱的、有道德的关系，已经渐渐的在工业文明里面丧失了。他们很失望，他们想寻找以前那种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过的地方，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思想啊。所以他们就会去幻想那些从来都没有去过的那些地方，比如说东方啊，他们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东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些遥远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过的地方，其实就是他们曾经他们的祖先有过的好时光，就是中世纪田园风光那样的古老和安详。所以有一个人类学家叫列维斯特劳斯啊，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他非常希望去看看那些没有被破坏的奇观异景原来的样貌。这个一听就是左派小清新啊，这个典型特征。你真的给他扔到当时的中国，我估计待不了2天呢。还有一种是进化论的人类学者，他们从远东的那些落后的民族当中，他看到另外一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也很有意思的啊，你听一下。他们觉得从这种文明的落差当中，他们看到了时间，就是时间就像一条河，欧洲在这一头，东方在那一头。这个就是典型的受到了进化论影响的单向进化学说，对吧？他们认为非西方的民族，他们是统一处在时间河流的源头，而西方民族呢是处于下游。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他们的假设前提就是进化论嘛，把进化论用在人类社会中，它就必然导致这个结果。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纵向的时间，你不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通过横向啊，通过空间，通过整个地球上不同领域、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的那些空间，你就可以想象出我们具体经历过的时间。所以他们把时间进行空间化了。所以你想想看，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虽然不可能回到中世纪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不需要回去。为什么？我们直接看看这些国家就行了嘛。你想看原始的，去非洲嘛；你想看稍微好一点的，去南美嘛；你想看再稍微文明一点的，甚至有自己宗教信仰的，那你就去看看印度啊、日本啊、中国啊，对吧？他们认为基督教只是所有这些文明里面发展到最高层次而已，但是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过去啊，这个就是进化论的人类学家的所谓的时空转换理论。他们看到了时间，并且他们兴奋不已，以为自己有了全新的发现。他们觉得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可以通过现在的世界空间布局被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觉得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专制政体。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是专制国家，它就一定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
因为小孩子嘛，小孩子你一定要爹妈管着你，对不对？就爹妈管着可不就是专制嘛。然后第二阶段呢，第二阶段就是希腊时期啊，青年时代啊，孔武有力，征服世界，对吧？会有自己的一些文明啊，但是第三阶段更高一点，第三阶段是罗马时期啊，是壮年时期，讲法治啊，罗马法很有名，对吧？然后呢，然后接下去是日耳曼时期，日耳曼时期就开始征服啊，开始对外扩张啊，这个时候就是日耳曼时期，他们把它叫成老年时期，但这个老年时期是褒义词来着，它不是贬义词，因为老年人他充满智慧，又成熟，而且还很富裕啊，所以他认为日耳曼时期是老年时期。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不是满满的进化论的意思？我们以前讲教会历史课，讲到德国自由主义神学的时候呢，曾经讲过，德国的学术之风就是推陈出新。结果为了出新，他们就不加检验地接受了进化论。那个时候，整个欧陆啊，都处于启蒙运动的理性高涨阶段。他主张要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哎呀，这种人实在是太无知了啊！不学教会历史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这种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使这些人保持原始文明，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宝贵的，可以让我们去研究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所以你要把它保护起来，而不是去帮助他们去发展他们。他们认为集体那个殖民主义是对这种文明的一种摧毁啊，是对这种文明生态的破坏，所以要把它保护起来，要尽量不要让它发展。要让它原生态啊，要保护低等文明。这个就和今天左派保护环境是一模一样的论调啊，左派都是一个套路的。当他要高喊保护你的时候，恰恰是他在居高临下的看着你。保护你的前提是什么？保护你的前提就是你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种保护它不是尊重，它不是平等，它是歧视。你要保护黑人，这个就是对黑人的歧视。黑人凭什么要你保护啊？他天然比你弱吗？对不对？一个黑人进医学院，他只需要考600分的 SAT 成绩就可以了。但是华人呢？华人1200分都不行啊。这样他反而会伤害黑人，他会造成一个逆向歧视，他会让一个真的1200分进来的一个黑人，别人也以为他是靠这种 DEI 进来的。所以就导致很多人都不敢找黑人医生看病啊，因为你不知道他是靠多少分数进来的嘛，反而对黑人社区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啊。所以当学者呼吁基督教文明要放弃对这些国家的文明输出，要呼吁他们要尊重他们的落后的权利，不要去改造他们。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夸大了原始人的美德，想象出他们的淳朴。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些野蛮民族极端残暴的性情，以及他们非常荒诞而又毫无意义的宗教信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殖民就没有合理性了。你凭什么去改变别人啊？别人有堕落的权利呀，别人有不想进步的权利呀，对吧？就像今天有人说，哎呀，你不要去管人家吸毒嘛，人家有吸毒的自由嘛。但是我们看一看圣经就知道了，上帝什么时候给我们堕落的自由？我们看着别人堕落，你要去保护他的生命，就得去帮助他。在这一股反殖民的浪潮里面，它的成分是很多样的，它里面有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接受进化论的观点，用社会进化来解释文明差异。也有基督教保守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为什么会支持反殖民呢？他们认为，哎呀，你花这么大的价钱，
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改造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去改造他们的灵魂，这是没有意义的。你有这点精力，你还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教育和信仰搞好。这种思想呢，也导致了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啊。他们这些种种理论背后都有着对人性深深的这种失望啊。对，你要去改造人性，其实他们会遇到巨大的挫败感。确实啊，你光给人家面包是不够的，人家吃饱了，他就更加不需要神了，知道吗？他穷的时候，他还得不得不向你靠拢，不得不向这些基督教国家摇尾乞怜。但是，一旦等他富起来了，他当然就试图来操控你的政治选举。穷的流氓吃饱了，他并不会变成一个文明人，他只会变成一个富得流油的流氓啊！所有人都要怕他。当然了，反殖民主义最强烈的人还有哪一批人？就是殖民地当地的王公贵族。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是权力的顶峰，曾经是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权力的贪恋者。只有赶跑了殖民者，蛋糕才能重新被分配，他们才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同时，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物质利益和他们想要的殖民者已经带不回去的那些已经投资下来的那些学校、教会、医院，对不对？中国也是这么干的嘛。这些王公贵族，他只有获得自己的权利，才能够奴役自己的韭菜。还有就是在外面的那些支持他们的那些势力影响下的那些土邦小王公啊，那个小的那些就是小的那些土邦王公的那些权力拥有者。他们背后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国际支持者啊，各种各样的势力，或者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他其实是在这一块土地上的风险投资者，他们对这一块土地上能够产生的利益已经贪婪很久了，所以他们也很期望蛋糕能够重新被分配。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投资就能够分到一杯羹。所以他们的资金往往是用来支持在当地的那些持续进行反抗活动的土邦王公贵族。那还有一批势力呢，就很简单了，那就是被媒体宣传的、被教会也洗过脑的那些民族小粉红啊。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翻身做主人，结果呢，结果真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啊，而且呢，还是那种让你想做奴隶都做不上的主子。我们不要怀疑啊，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在那个时候，反殖民浪潮中，教会承担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教会集体站在左派这一边，甚至是罗马天主教会啊，在南美的那些啊，南美的民主独立运动就是有罗马天主教在里面充当角色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教会你如果不作为，其实你就是在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打仗的时候，你如果拒绝上战场，你其实就是在帮助敌人。当这些殖民者迫于道德压力、经济压力、财政压力而不得不撤出的时候，他们就在殖民地上留下了文化半成品。生活在那里的人啊，不需要过一代人就能够感受出巨大的文明差异。因为不管你内心承认不承认，文明就是有高低的。低等文明它就是要烧死寡妇的。这些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啊，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西方文明的输出。我们看到这样一番图景，就是西方文明帮助他们建学校是可以的，帮助他们建立制度也是可以的，帮助他们建立医院更是受欢迎的。但是想要帮助他们建立信仰，他们全部都拒绝。这个靠人真的不行啊！
当殖民者全面退出的时候，制度、司法、教育就全面退回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而人没有改变，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人的改变呢，没有信仰是不行的，因为唯有耶和华能够改变人心。在非洲曾经的法属殖民地，当地人的最高梦想就是到法国去，因为他们从祖宗的口中知道法国殖民地时代的那种文明高度啊，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管得好啊。其实也一样，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状况。上海人出国为什么特别常见？因为他们有对殖民者近距离的接触啊，因为那里曾经是殖民区，而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就会带领他们去寻找心中的美好。那些谴责殖民主义的社会，他们的最大的理想其实还是要想去到那些曾经殖民过他们的那些地方。南美现在是独立了，对吧？但是南美你看那些很有意思，南美人啊组团走线去美国啊，真的我觉得也是很难理解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啊，他在1985年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把它贴在屏幕上啊。他说：“我们是一个西方制造的文化熔炉，你们想让我们独立就让我们独立啊，这样太轻巧了吧？他说我们不要这样的独立啊。他说我们之间开始合作的很好，我们愿意让这个合作继续下去啊。然后总而言之一句话，白人你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啊。看到没有？这是在干什么？这个不是在反殖民了，这个是声讨他们啊，声讨殖民者退出太早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殖民者退出也是错的啊。所以anyway， 反正左派就是一张嘴巴两边说啊。你向落后地区文化输出，那么你就是文化侵略啊。如果你尊重他们，选择退出，人家就说你始乱终弃啊。反正你怎么样都是错的，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困境。其实评价殖民主义到底是不是道德，我们不要跳进泥潭去和他们纠缠在一起，我们只需要问他们几个问题。印度从英国好不容易独立了，那为什么现在印度人变着法子要跑到西方来呢？你看看加拿大有多少印度人呢？只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就是他们的人心希望被西方殖民。法国退出非洲殖民地之后，下面几代人还跑到法国去闹啊！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情节呀？你要问他，当初你爹妈怎么样反抗、组织民族反抗殖民的呢？对不对？事实上啊，我说句真心话啊，那个非洲人啊，你要他自我管理，确实是有难度的。当法国基本上退出了非洲的殖民地之后呢，其实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还是接受了某些大国的所谓的一带一路，只不过是另一个名字的殖民，换了个名字啊，干的其实是和殖民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你听到过中国人去评价这个一带一路吗？你听到过中国人批评它是殖民吗？不会的啊，为什么？因为媒体没有教你这么说啊。香港那些投票希望97回归的人，这批人后来又要求英国给他们特别庇护权，这不就是自己打脸吗？菲律宾公投要脱离美国，现在他们也是拼命的想移民美国，保姆类别的移民基本上被他们包圆了，你说他图个啥呢？还不是因为当初自己傻吗？最有意思的就是当初公投的时候直接摆烂，然后那个就是夏威夷啊，摆烂我不行，我不会自我管理，我就必须美国管啊。
结果他现在活得很舒服啊，虽然很左啊，但是人家活得自在。面对今天网上张嘴就拿殖民主义说事儿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心里他都有一个想要移民到曾经的殖民国家的梦想。那些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左派政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开放边境、想无止境的收容非法移民的政策。他们所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就是哎呀，这些人他们来自落后的国家，他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是什么？这不就是自己打脸了吗？因为他们曾经说过文明没有高低啊，所有文化都值得尊重啊。所以看到没有啊，真的，所以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他们没有逻辑原点。那些不辞劳苦跑到西方国家的人，他们只觉得自己追求更好的生活是正义的。他们会这么说：哎呀，你们美国的宪法不也是说吗？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呀。但是你要这样想，追求幸福不等于你可以破坏法律，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的。你一旦破坏法律，你就进牢里，跑牢里去了，进监牢，你就没办法追求幸福了。所以这两个你是必须不能够互相冲突的。追求幸福是在守法的前提下，而且你要知道，人确实是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这样的梦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同样能够做到的。你不需要背井离乡，你同样可以追求幸福。美国人追求的幸福是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幸福，他们追求的是在上帝、在耶稣里面的幸福。这个呢，你和没有信仰的人讲，他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没有信仰的人，他追求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违法。你如果不违法，你在一个丛林法则的国家里，你就会活得很艰难，你就会被他们踩踏。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淡漠法律的根源，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法律意识，他们没有经历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川普有一个理念，我觉得就很正确。他曾经说过那些左派很不喜欢听的话啊，他觉得我们接收难民可以啊，但是我们不解决问题啊，所以他说他不支持大规模的接收难民。为什么呢？他的理论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难民你是接收不完的，难民会源源不断的来，迟早有一天他会压垮你的社会福利机构，压垮你的一切社会结构。所以你如果真正的爱他们，不是接纳他们，你如果真正的爱他们，你要帮助他们消除产生难民的根源，你要制止战争，你要从根源上不产生难民，你要帮助他们的统治者善待他们，让这些人不用背井离乡，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西方社会可以用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的方式发展生产，就像英国曾经帮助过印度一样，而不是鼓励他们进行民族冲突，产生战争，然后再用道德表演去接受难民，来感动自己。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这样的政策是对的。殖民地人民当初不拿起枪杆子反抗殖民者，他们没准早就实现梦想了，他们的后代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了，像夏威夷那样。所以每一代人的选择，它都有超越时间的后果，所有人都在承受代价。只是就像耶稣说的那样，人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世界的文明它就是有不同的，就是有高低的，而且这个高低你不需要用道德去否认，因为人都有自己真实的内心，人心的选择已经证明了一切。
就像哪一个政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东德西德哪一个制度更好，我们只需要推倒那堵柏林墙。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就是人心的方向。翻开近代的殖民版图，我们如果想要仔细讲清楚里面的线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像这样站在万米太空，俯视一个大概的线条。我的目的呢，就是想带领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人类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种族这个概念是被社会思想塑造的结果。这意味着它是一个被人为发明出来的概念，但是几乎没有人会仔细思考这一点。种族是一个非实证性的观念，但是一直到近期，在西方文化中，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概念。种族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你只要一摁，它瞬间就可以让再智慧的人都闭嘴。这样的社会环境，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巨大的国家机器向我们集体洗脑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西方社会，种族是生物学的事实，也是被当作常识和科学来接受的。大家都普遍认为种族确实是有高低的。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就说过，他说美洲土族和黑人是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因此他们只能去作为奴隶去效劳。而且他也说过，说白人这个种族本身就握住了所有的能动力和才能。他的话你怎么理解？你可以从3方面去理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个科学家啊，你很单纯的从描述这个事情的本身去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放在今天去理解，那妥妥的就是种族主义，那是一种鄙视啊。但是你如果放在2战前理解，这个就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呀，对不对？希特勒就觉得，哎，确实啊，这些劣等民族他不能够提供社会价值，他当然就可以灭了你呀。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说话的和听话的，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就是我们的沟通困境。同一句话，你带着不同的心去解读，它会产生不一样的答案。当我们看到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时候，当这些所谓的人类学家，他们统统都从生物学意义上去理解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其实他们是完全忽视了，或者说是刻意忽视了基督教在西欧文明的锻造历史中所产生的绝对的作用。这是西欧文明和其他一切文明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刻意屏蔽了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论就一定只能建立在基于进化论的种族优劣上。那如果他用这种种族优劣为依据的话，屠杀犹太人有什么错呢？因为犹太人4000年来真的就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传统从来没有改变，而且他们还在执行摩西律法，对吧？一看，哎，这太古老了嘛，完全没有进化，对不对？希特勒就是这样去认出这个古老的民族，并且认为他们是守旧的，他们是落后的，他们是贪婪的。但是呢，在2战以后，其实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基因学家都拿出了数量巨大的证据，证明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是一个不科学的观念，是被社会构建起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概念，是给我们洗脑用的。这样的人才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共识，就是说种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不成立。
但是这并不影响左派用这个概念来作孽。这个就像性别一样，太明显了，就2个，对不对？但是人家还是能够硬生生的造出几百个。同样，左派也给种族这个词赋予了社会性的含义，所以种族它是被社会学赋予的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世界上随处可见的差异，看见差异并不意味着这是种族主义者。相反啊，你如何看待差异的特定方式，才会让你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你如果说这个事情有差异，你描写的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你说，黑人运动跑步就是比别人强，这是事实，我们承认事实，因为我们承认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多样性，这个和歧视是没有关系的。我如果说，华人做题很行啊，但是唱歌跳舞搞艺术这个真不行啊，普遍状态下确实这个欠缺一点。我如果这么说很正常，任何人这么对我说，我也不会觉得这是冒犯。但是你将这种差异性利用这种差异性，刻意的将人分层次、分等级、分阶级、分种族、分肤色，还甚至分性别，其实这个背后它都有非常非常邪恶的动机。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情的人邪恶，而是他背后的那个灵，背后影响他、控制他的那个灵很邪恶。因为他的分目的是为了后来的争你把它分开了以后就可以搞斗争很多华人教会经常会去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加拿大各个城市举办的一些什么关于族裔认识你的族裔什么的这些活动。我看到很多教会都在发这些传单互相在群里面转来转去。我没有转过一张，为什么？因为我很反对我始终认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加拿大人，我们不要分什么族裔。孩子这么小，你就给他打上了彼此不同的烙印，以后如果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那么这个小按钮一摁，这个特洛伊木马它就被激活了。我们不要这么傻，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我们看待世界上其他人呢，也只有一个身份，他们都是具有上帝形象的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浅薄的时代，大家思考的都很浅。加拿大在基督徒基本上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居然通过了大麻合法化，通过了同性恋法案，这些都是打着爱的名义通过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爱吗？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你会让他去吸毒吗？你帮他戒毒还来不及，对不对？他们以为爱就是照顾对方的感觉，不是的，上帝从来就没有说过爱是照顾对方的感觉，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方面。爱你就要去关注对方的结局，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他带来好的走向、好的结果。你出于爱他，你去让他吸毒，你这是在害他，你让他成瘾，让他变成僵尸，让他变成毒品的奴隶，最后让他灭亡，你这是在杀他呀。虽然你杀人的武器是爱，可怜的是，就连这样的简单的推理，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做不到了。他们只能很浅薄的，去思想一些字句的表面，他们无法深刻的理解爱背后的管教、约束、劝诫、陪伴和共享。这是西方社会离开圣经的直接后果。如果我们不对圣经的话沉思默想，人的思想就永远流于浅薄。而浅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谎言都相信，就是不愿意相信真理。在旧约里面，上帝说，倒嚼的动物是洁净的。
新约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倒嚼的，我们要倒嚼我们的灵粮，我们要反复思想，反复咀嚼。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思想基督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彰显出来。反殖民主义是20世纪才兴起的思潮，背后的主导者呢，当然毫不例外的是那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和废奴运动是同一个主人。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给别人戴帽子了，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谴责过去的人，欺负死人不说话啊，欺负你不读书。马克思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胡言乱语，他这辈子都不知道封建制度是咋回事儿，但是他却想当然的把封建制度想得很落后。事实上，在没有常备军又充满战乱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方式。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演化，是适应当时的环境，适应当时的社会普遍的共识。所以自然演化永远是对当时最有效的方式，这是保守主义的思想理念。马克思也没有去过原始社会，但是他却想象那里没有私有财产，这简直了，对吧？太莫名其妙了。印第安人，你要是抢了他的马，抢了他的女人，或者是他手里的那一根木枪啊，他也会找你拼命的。如果印第安人是原始社会的话，那么欧洲殖民者登上那片土地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又是靠什么打的呢？他们掠夺的是什么呢？共产嘛，对吧？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们何必要打呢？所以事实证明，原始社会也不可能是没有私产的。所以左派最擅长的就是对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胡说八道，让人觉得他很高深，学问很大。马克思一辈子都没有开过一家企业，做过一天生意，他一直是靠别人供养的寄生虫，但是他却凭空给资本家戴了一个剥削的帽子，开创了穷人天然正义的理论。现在的西方国家，它的工会基本上全是用这一套理论和资本方在博弈，最后逼得企业搬到没有人权、没有工会的地方，也就是那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产业中产被掏空，工会的力量是功不可没的。美国工会的巨头，你往上追溯，你可以追溯到当年禁酒时代的黑社会。虽然左派人士宣传说一切文明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这是他们的口号。我们说过了，人心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我们当然承认一切文明都是值得尊重的，就像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值得尊重和认同他这样做对，是完全两回事。被基督恩泽过的基督教国家，出于经济目的也好，出于传教目的也好，他这样去殖民，他总是为了那些被殖民国家的好处，至少也是共赢的。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影响你们的，或者说欺骗你们的，就是有两大主人。人类世界有两件事情是再动听的口号都无法阻止的，就是这两大主人，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福音。福音永远会向这些未得之地去进发，上帝会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人，用福音去拯救，同时用福音去审判。马门也一样，马门他也是在全球化贸易中去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中心。那么我们就这样想，基于这个目的，那些低等文明
永远停留在那个程度的低等文明，其实恰恰是符合资本家最大的利益。我们这样就能够明白了，去殖民化、反殖民化、后殖民化这些运动，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确实为这些资本集团保留了低端劳动力的殖民空间。所以一个民族，它要么被福音殖民，要么被马门殖民。被福音殖民，你就是王子；被马门殖民，你就是奴隶。我们最后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封建制度、殖民主义真的过去了吗？我们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超越时间的去看它，甚至超越维度的去看它。封建制度是什么制度？它是社会生产制度。当时是农业社会，为了安全生产，为了保障人的安全生命，封建制度就建立了相对应的军事保护制度。封建领主呢，其实就是收保护费，但是条件呢，是他为你提供真实的保护。那么按照这个模式讲，现代依然有封建制度。各大资本权贵，他们拥有的各种交易平台，像滴滴打车呀，像饭团直播呀，什么各大平台啊，像淘宝、亚马逊啊，你如果不在这个平台上交保护费，你连你的客户都见不着，你连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连饭都吃不了。现代人的生活没有互相之间的社会性团契，每一个人躲在自己家里，点点手机，在别人的封建领地上吃饭。商家连客户也不能够直接接触到，只能在数据封建领地上做生意，被平台扒走40%，甚至会更多。贸易的本质本来是可以将人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呢？结果现在不需要了，每一个人和平台连接就可以了。各大科技公司用他们的科技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封土建邦的封建制度。每一个人在这个平台上，他都要上交保护费才能得到生意。这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吧，像亚马逊啊、淘宝啊这些，他们甚至远远都没有古代军事封建领主的契约精神。他们的政策是可以天天变的，而且可以单方面宣布改变。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或者说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权，他们甚至还会规定卖家商品的价格上限。你还不能卖的比别的平台贵啊！你这样的话呢，会影响我亚马逊的名声啊，我的客户就会少了。至于那些商家怎么生活，多少利润，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曾经在油管上看到一个亚马逊商家的采访，简直就是被逼得快没活路了。亚马逊的一切政策都是在逼着西方商家退出贸易。最后能够从这样的政策中产生的，最后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国的商家，因为他们有着天然的价格优势和产品更改、产品更新换代的优势，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工厂的旁边。所以这种电子商务平台其实早就实现全球化了，资本没有边界。钱就像水，哪里低就往哪里流。美国政府呢，还给这种小型的物流提供巨量的补贴。这样的话呢，就给那种国外的商品直接涌入美国市场开了很大的便利之门。美国纳税人，他们用自己的钱，把自己的生产企业和贸易流通企业全部掐死了，这就是数据封建主义。
封建领主他还好歹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在你没有饭吃的时候，他是你的家人，他还得管着你啊。当时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还是家长制管理，但是现代封建制度呢，你连你的领主长啥样你都不知道，而且你的领主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在工厂里上班的大家其实是在新型殖民地里工作的种植园奴隶，而且他们吃的还没有美国的那些奴隶要好，他吃的还没有他们好。在淘宝上卖货的是现代封建领主家里的农奴，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军事保护。政府成为一台巨大的吃人的机器。当你对这个体制充满愤怒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向谁愤怒。法国大革命，老百姓还能跑到凡尔赛宫去找路易16，你能找谁？你找不到任何人。这些无能而又绝望的人，他当然最后只能去砍日本的小孩子。这一切就是结局。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里，不是的，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殖民主义和现代封建制度依然盛行的时代。人没有改变，罪没有改变，钱没有改变，甚至连这社会背后的底层逻辑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人越来越离开上帝，越来越愚蠢，越来越无知，越来越绝望。再往下挖，我们可以顺着这一条线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但是时间不允许啊。我们要相信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足够我们走完今生，进入永恒。这个世界的谎言无处不在，我们被他们欺骗已经很久了。圣经说，在末世，就连选民也被迷惑了，因为敌基督很会伪装。他们在我们身边说着谄媚的话，迎合我们心中的哀伤、痛苦、愤怒和惆怅。他们想让我们感到无力，感到愤怒，感到绝望。这就是撒旦的目的。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世界是上帝在作王，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让基督的光芒闪耀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这2天，美国的选举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去争取这最后的机会，末日世界最后的由金融巨头覆盖全地的资本殖民主义就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不是被基督殖民，你就是被撒旦殖民。而且在信息网络层层包围的现在，你永远也不可能，再也不可能有机会知道真相。这就是生活在巨大谎言中的人们悲哀的样子。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福音打开，只有被福音打开，你才能看到世界上反抗上帝的真相，才能够明白这一类人将面临怎样的审判。我们在2个候选人当中选一个爱上帝的，很难吗？虽然他不完美，但是毕竟耶稣不在选票上啊。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投票，那些自己不去投，也用各种手段阻止弟兄姐妹去投票的，他们的后代会为他们的选择付上代价。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因果律的时代，我们谁也逃不了报应。因为上帝是这个地球真正的主人，而我们是受上帝的委托
来管理地球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参与公共管理是我们的责任。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说，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下面是重点，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我的。你如果一定要做杠精，说政治不是上帝的，或者说美国不是上帝的，那你自己就要面对上帝的责罚。无论这个世界如何败坏，我们始终要记住，天国已经在我心里。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才能带给我们终极的盼望。无论选举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得胜的君王。我们在这样的盼望下生活，我们才会充满喜乐。因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是基督的仆人。我也不在乎谁在我头上殖民，因为我生活在天国的殖民地。我们的君王是主耶稣。求神保守我们的殖民地，他是我们的封建领主，他是我们的 Lord， 他为我们提供保护，更重要的是他为我舍命，他是我们至高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他。